在2025年，邱先生一家人总共上传了120部影片，其中大概有70%的影片都是美食相关的。在全台湾拍过的美食也可能有上千家咯。我们今天这集精选了53家2024年我们拍过台北市最喜欢最好吃的店。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只有台北市？因为光台北市就有3个多小时咯。但也由于片长的关系，2023年跟2022年拍过的也没有入榜。一来是因为以前拍摄品质放到现在的我来看，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放出来。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一年到底胖了多少吧。好，台北老瓜。我来开试一下这一间啊，这是心愿清单，因为上次来没开嘛，然后大家我们来这边好像每次这间说不过去这样子，试试看，这是心愿清单啊，可能有人说啊，大家都拍一样的，我就想试试看。我们昨天才吃大稻埕卤肉饭，已经非常好吃了，这个我们更喜欢。对，它的那个卤汁啊，也是咸味，然后没有什么甜味，但是它又多了一个甘醇的味道。然后呢，我觉得它的那个肥肉啊，是那种比较大块一点的，你夹挖一小块，像这个就比较大块一点。然后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吃皮呀，然后肥肉的部分，如果你喜欢那种肥肉的话，它很好吃。可是它不是那种完全化，它会有带一点点小小的肤，很棒。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米饭，我们超喜欢的，对，整个粒粒分明，很 Q 弹。对对对，它的那个米饭是这样一粒一粒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的卤汁的比例跟整个饭也混合的很好，并不会说过咸过重。对对对对，然后主要是我觉得最强的一点就是它有带出那种甘醇的味道，很香。真的也很强有层次感的一碗。对，目前我觉得这个卤肉饭算是大台北必吃的卤肉饭。没错。我来吃这个猪脚，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推荐这个猪脚，看起来非常的强，也是那种生卤的感觉。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Q 弹 Q 弹。对啊，来吃吃看，吃吃看。我们也吃了那个大稻埕的，所以非常的强，哇，印象还是很深刻。一样，它这个猪脚的口感是微微 Q 弹，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怕吃肥肉的人，你咬牙齿啊去咬到的时候，还是会微微的有点害怕。可是味道来说的话，它完全没有那种肥油味啊、腥味啊，算是卤的蛮好的。而且它的胶质非常的重，我现在嘴巴还是非常的黏这样子。尤其这个猪脚我觉得非常好吃我不是一直在说好，它真的很好吃。我稍微形容一下它是属于比较偏 Q 的，然后它比较没有化掉，然后是胶质跟 Q 的部分这样子。而且它上面还有微微有带筋的部分吃到那个真的好开心。但是它那个 Q 不是让你会咬不下去的那种，也是咬得下去，可是它是主要以 Q 为主的这样子，很棒拍一个它的那个胶质给大家看，你看我就这样子有没有会粘住？真的这个你喜欢吃那种很有胶质的，这个你会超爱的，这个有没有？超出色的。它的卤汁是有带甘醇的那一种，所以你可以吃着玩，完全不会过咸。店其实叫做小迪当阿 B 哥，可是大家都重点着重在于它的卤肉饭跟那个猪脚这样子，还有汤。个人然后比较偏好就是我们都比较偏好台南米糕，应该是比较像卤肉饭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这个达阿 B 哥在达阿 B 哥来说吧，我觉得是很好吃的达阿 B 哥。它的虾米超级香的，对，我觉得它的米非常的香，它那个米啊里面有渗透一些那种油葱的味道，可是它的油葱味道不会让你觉得油耗味很重。虾米也是有渗透到饭里面。对，而且它里面给的料蛮足，尤其是特别是它那个卤蛋，而且它那个卤蛋卤得非常的深，然后那个蛋黄也很香，这样子。我刚好吃到那个卤蛋，肉燥部分也非常的特色，而且它不是肉燥，它是肉块。
所以我觉得这一碗也是非常有特色。如果你很喜欢吃达比哥，它也不会让你失望的。至少我觉得说，你家附近要比这个好吃的达比哥比较少一点。它的甜辣酱也很好吃。最后来喝这一碗汤啦。我们今天点的是金针，它有非常多种，有什么冬瓜排骨酥啊，什么都有。那它的汤很清。然后我看到这一碗卤肉饭跟这一碗汤啊，我心里就会想到那个金大。对，都是那种一盅一盅的汤。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金大就是我们在吃它卤肉饭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油腻的时候再喝一碗汤，它这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子。金大汤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然后我现在喝这个汤啊，我觉得味道稍咸淡了一些。哦，它看起来蛮清澈的。对，感觉没有加什么调味。我刚才喝的这个汤啊，我觉得它的味道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会觉得比较淡一点这样子。可是你多喝几口就可以适应了。然后我再是觉得说它这样子搭配是正确的，因为其他东西味道都很重。对，它这个汤啊，其实你喝下去，其实满满的那个排骨的味道跟金针的味道特别明显在这个汤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汤也是非常的出色。但是就是有些比较偏重咸的人，就可能觉得太淡了一点。盐巴放的比较少一点。对。哦，这个肉的部分也是炖到肉化掉了。我跟你讲，这不是我熬来的哦，是他上菜的时候，他有说等下卤汁不够可以加。那我刚刚只是想说，我真的觉得好像有点不够，我想加一下卤汁。结果他给我这么多卤肉。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跟他确认说，卤汁可以再继续加。他说可以啊，然后说平常都可以吗？他说可以啊，这是假的。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要怪我，我已经问过他，他说可以了。这会不会是我们很早就追踪那个泰国来的大陆网红带起来的风潮？对对对，加卤汁。对啊，这个其实成本也不低耶。对啊。大家讲一下它的价钱，这个40块，这个猪脚70块，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棒。然后这多少？好像也是40啦。对，这个40，然后这个汤是55。吃完这家就超满足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超满足了。就丢掉，他们上去了，对，那下面有加汤，也可以少煮可以用，所以我们拿到后面这边坐着来吃。好，后面这边坐着来吃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内用。他们人手很少，就有老夫妇2个人这样子，然后可是他们人非常的客气，然后也会不疾不徐的这样子，我觉得蛮棒的。就是我们不会跟着一起紧张起来，因为很多时候去一间摊贩啊，他们可能很忙的时候，他的急，然后也带动你的急这样，然后我就不会这样子。好，我们来吃一下。然后我刚刚碰到一个大姐啊，她平常啊从高雄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来吃这一间这样子。他超夸张，他一个人点了4颗。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也非常的健谈，我们刚排了1个小时，就跟他聊了1个小时。对对，我们本来想说自己不应该没办法排那么久，后来跟他聊天一下子就到了。对啊。其实是1个小时这样子。对，然后这间霸王他说非常好吃，我们就来试试看。哇塞！很特别吧？对耶，它是那种笋丝的。对。哦。吃一下。它里面的笋丝的样子啊，你看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它里面肉的部分，它这里面的肉好像蛮饱满的。然后听说它这个肉是黑猪肉这样子，真的蛮甜的，然后微微的黑胡椒香气。我更正一下，是胡椒香气。胡椒香气。然后它的皮看起来也是我喜欢的那种比较软的那种，我不喜欢吃霸王的皮太 Q。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吃皮比较 Q 的霸王，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真正好吃的霸王，它皮。我自己后来就觉得，软的那种是最好吃的。不错。特色就是它酱非常的好吃，然后它这个酱是有那种白酱，其实那是用再来米做的。然后我觉得现在蛮多那种霸王里面是没有再来米酱的，这样它是有的这样。而且一般的霸王应该是白酱跟红酱，对不对？可是它是比较酱油膏这样。还有酱油膏、白酱、红酱这样都有3种。这霸王，它这个绝对是几乎我没吃过，至少也吃过几十间的霸王的，至少20-30间吧，没有吃到这种笋丝派的。从来没看过。对，然后因为我们平常吃到都是那种笋块的那一种，然后它这是这种像我们吃的那种，怎么讲，切成一条一条的那一种，你知道吗？
笋丝啊，对，那个叫笋丝吗？对啊，笋丝啊。我要说，我们平常吃的那叫做笋干。哦，对，然后这个是笋丝这样子对笋，丝很特别，很好吃。然后它的皮也是好吃的，是属于是 Q 的，可是它是比较软糯一点，我比较喜欢这一种的。它的白酱也是蛮自然的甜香。对，好吃。那我们应该是不用排那么久，是因为今天稍微 delay 一下。然后前面大家有在跟他聊说，哦，老板你怎样？为什么这么晚出餐？他说他老了啊，对啊，所以就是会不知道，可能就是会比较晚。对，大家还是体谅一下，因为毕竟他们已经有一些年纪了嘛，这样子啊。如果说你觉得你真的不是属于很能够排队的，你就没关系，早一天，然后看到没什么人的时候来排一下。我觉得可以稍晚一点，应该不用像我们排那么长。对，不过我觉得是好吃是非常足够的，好吃哦。快。觉得有几个必吃的点，就是第一个它的酱啊很特别，特别好吃，然后花生酱带一点甜。再来就是它的刚才讲的笋丝，再来就是它的猪肉。非常的扎实，然后黑猪肉特别的甜，比别人优秀。这么多人心甘情愿的排，真不是盖的哦。大姐超夸张，你跟大家说一下，你今天吃几颗？我今天吃4颗，她最高纪录是一天吃6颗，一次吃6颗，一次吃6颗。那你等一下来打算去吃什么？车轮饼。车轮饼跟豆花，还有芋头炸丸。好，谢谢，拜拜。我好兴奋哦！这是我第一次吃米其林润饼，它的料跟人家长得不一样。你看它的红烧肉，这个你可能觉得还好，它的松啊，我们大部分啊都是用那种高丽菜式的，它这个有点拍不拍到，它这个是黄黄的，像萝卜，然后它的肉啊也不一样，它有用那个炸猪皮还是炸鸡皮这样子，你等下吃就知道了。整一些上面撒的绿绿的是海苔粉。好大一个哦！对，我超不喜欢吃润饼的，可是这个我超期待的。其实我一开始以前小时候对润饼印象是小只的，像我们在那个盐山夜市那种，对，那还是叫润饼卷啊。对，可是这种比较大，不像那种越做越大，像台南那个什么金德那样那么大一个，而且它的料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它的里面用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对，而且我觉得它蛮干的，我喜欢。那我们刚刚有一点就是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发现说它里面用的不是高丽菜，对，用的是萝卜，对。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在万华那一带啊，他们说以前早期在西门町卖，然后附近的大家都是用萝卜丝，所以以前所以他们就是用萝卜丝用到现在。对。那另外一个派别就是用高丽菜。对，试试看。你们看，这里面有海苔粉，它刚在撒海苔粉的时候啊。我整个闻到仿佛那种煎饼的香气，都是海苔粉害的。然后我刚刚看到它有一个东西，我以为是鸡皮，然后后来想说会是猪皮还是鸡皮，然后我们刚刚问他，他说那个是什么？素排骨，蛮酷的。然后它这里面呢，那种松类的很多肉，还没有，应该是整个都是素的。对，所以它有很多种素松这样子在一起，然后有花生粉也很香。它的素排骨很好吃哎，然后就这样。烤脆脆的，会像鸡皮还是猪皮这样的吗？蛮像那种口感，或者是像炸豆皮哦。这一个润饼非常出色，整个都是坚果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润饼，大部分就是我们习惯那个口味。它的素松，然后另外一种松，它有不同的松，所以你吃到不同的松，给你不同的脆度。有一些是比较甜味一点的，有一些比较脆一点的，有一些比较颗粒状的，所以它口感很丰富这样子。对，我刚刚咬到脆的地方在这边，你等一下试试看。我觉得超惊喜，因为你每咬一口，吃到的那个口感都不太一样，然后都有惊喜这样。这是我第一个会说喜欢的润饼。我从刚刚吃到现在啊，我整个拿出来给大家看，干的。对，哇，好好吃哦，这个好好吃哦。
我更正一下，它里面是有红烧肉的，我刚刚有看到红烧肉，然后红烧肉也很好吃。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一点是，它里面用的是萝卜丝，跟我们一般吃到真的不一样。然后我们有吃过萝卜丝饼嘛，然后萝卜丝啊，它如果煮过之后啊，熟了之后会有给你这种水分，它这种水分很好吃，但是又不会把它弄得湿湿的这样子。对，它里面有红烧肉，但是如果你想要做全素的，他们也可以帮你做。好好吃，好好吃，推荐。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对于润饼有很传统，就是一定要怎么样的印象的话，我不确定你会不喜欢。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它比较创新一点点，真的很好吃。然后再补充，因为真的很喜欢，它的皮很 Q， 对，然后又干干的这样子，然后吃起来又不会让你就是吸收上的水分。没错，它连润饼本身都是很出色，对，很好吃。好啦，这间虽然我们拍过，但是我真的很爱这间店，就是你心中第一名。对，不论价位啊、卤味都是一样的。加一点这个酱，我喜欢这样。它这边有辣椒酱油，我觉得这个是最不能错过的。我放这边吗？现在这个酱，这个是蒜蓉酱。好，试试看吧。其实也吃过很多次，我每次去拍完吃爆，我中间经过这边，我还是会买一碗回家的。好，这一块是比较肥一点的，你看，哇，柔软好吃。你看哦，像它这个瘦肉的部分呢、里面也还是非常的胶质感，然后那个肥的部分也不会让你吃的觉得恶心，蛮不错的。我已经觉得它已经很没有腥味，可是我们上次拍的时候，还是有观众会觉得有腥味，所以你如果不能吃猪肉的话，就不要吃好了。本来就怕吃肥肉的人，可能还是不行。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吃这种白汤的猪脚的话，应该就是会觉得好吃这样子。那这边有2种酱啊，一种是就是蒜蓉酱油啊，这个是辣椒酱油。对，所以这2种的话，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因为它就比较能够把那个猪脚的甜味带出来，而且蛮爽的啊。如果有些人会喜欢这个，因为它这个蒜蓉的味道还蛮蒜的这样子，所以如果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你试试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好，我们2个一致都比较喜欢吃辣椒酱油。对。好，再加辣汤，它汤也很好喝。它的汤啊还蛮浓郁的，然后姜味还蛮重。我特别推荐点腿肉汤，因为真的是哇满满的肉，很大一碗这样子。你绕一下给大家看，我们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了，它肉还是这样，还是这么多。然后它这一碗是110，然后之前也是很多人说贵，但是我觉得他们说的那种感觉好像他们很受伤害这样子，好像他抢了他的生意一样。可是腿肉真的是蛮多的啊。对啊，我觉得如果你有吃过基隆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真的还算是蛮划算的。汤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它属于不会很咸的，然后姜味蛮浓的。对，它蛮神奇的，它看起来啊跟尝起来不太一样，它看起来就是很浓郁的白汤，可是其实尝起来还蛮清爽的、清甜的。对，而且它猪肉的甜味带了很多的姜味在里面。总之我超爱这一间，目前还是第一啦。这间店叫做3618，然后我最受不了这种东西了。你看，我好想要吃这种米糕，然后上面有一点点那种桂圆什么的，然后还有在卖麻糬啊、龟胶、安菇。其实就离龙山寺很近啊，所以有那种拜拜的需要的话，来这边一次也许就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买齐了。哦，我忍不住买了一个安菇桂。大家有吃过安菇桂用煎的吗？超好吃的，而且一定要挑花生的才会更香啊。然后它
个红豆已经滚到跟泥状的一样了，哇塞！因为这家店名叫368嘛，你这店名有点太有梗，然后太好玩了，就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创新的文青店，结果不是耶，随随便便又80年了，是吧？可是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吃80年，它还算是小学生而已，对。那我们今天吃的螺蛳粉大概就是幼稚园或者小 baby 了。随随便便都是100年起跳，很夸张。我刚刚前面有2间是120几年，这间80几年真的是小孩子而已。那我们今天呢，本来想要点就是它的招牌的，就后来想想，看到有减重兵受不了，马上点减重兵这样子。想说我们吃一吃能不能减重这样。想太多。刚刚老板一直跟我们说，这个要先拌一拌才会好吃哦。对，他的确要把这些糖啊，所有东西都混匀了，才会平均。它整碗的糖水很香哎，它是一个我觉得算甜度蛮够，但吃进嘴巴不会不舒服的糖水，不会让你觉得腻这样子。对，然后它的汤圆啊、芋圆啊都蛮好吃的。我跟你讲，它的米食类超强，它汤圆那个米香也非常的香，很 Q。我跟你讲，你吃那个减重，拿起来给他看，你吃它这个减重啊，里面有吃得到一粒一粒的感觉，你用看了看不到，吃下去是有那种米粒。它这个减重里面啊，有那种很浓的粽叶的香味，很香，我超爱这种味道的。对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北投高妈妈，因为北投高妈妈的那个米啊比较粒一点，但它也不是不好吃，只是我个人喜好而已。但是这一碗的糖水非常的杰出。它的减重这个是比较软一点的，高妈妈比较 Q 一点，比较扎实一点。我自己2个都喜欢。我觉得这一间店的汤圆不止，它汤圆有够好吃的。那他们就是汤圆的专家。看一下它的菜单给大家看，它有卖麻糬，一定好吃，它米类的东西都厉害。没错，这就是虾仁羹。后一站来到刘山东牛肉面。这家店呢是外国游客来台北必尝的美食之一。我们之前呢在这一带拍美食啊，一直被观众挞伐说没有来拍这一家。那今天呢运气很好，没怎么排队，我们来吃一下。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来吃，会有人那么生气了。我跟你讲，我也很生气，因为我都不能吃，只能看而已。它汤头真的很好喝，很清甜。这牛肉很漂亮哎，你看它油花分布的真的蛮均匀的。它是用当日现宰的黄牛哦。你知道这碗多少钱吗？多少钱？这不是重点，因为外面人已经都排起来了。好了，还是跟大家讲170。可是你看哦，我现在在铺这个肉，肉有够多的。我是因为我不能吃牛，然后他也不建议我吃牛，因为他们怕，因为我跟他说我吃到牛会拉肚子，不然其实炸酱面我是能吃的。然后我看到这个面条，哇，是我最喜欢吃的那一种。你就继续在那边生气吧，我吃就好。你吃。你看这个牛肉闪闪发亮。2毫清炖，7号。它超好吃的，它很嫩，纤维比较细一点点。它切得这么厚啊，当然不可能入口化嘛。那但是呢，算是我吃过牛肉面里面的牛肉呢，真的是放进嘴巴里面咬呢，不会卡牙的那种。它面条很特别，外面软软的，然后中间呢稍微比较有点咬劲，然后呢它沾满这个汤汁的牛油香啊。我看它看起来很像那个乌龙面，但是吃起来是吗？外层有点像，因为我刚刚说它外层软啊，中间结实，所以它其实有点像外层是乌龙面，中间是拉面。这家不愧是观光名店，他们刚有一个特色很好玩，就是有人只要凑近拍照，老板就会很大声说 1, 2, 3, action。
它这个酸菜啊，比一般的酸菜稍微再酸一点点，但是你放在汤里面去的话呢，它会让整个汤头变得再更清爽一点。我平常不太喜欢吃硬食，不过这是他们家的独特吃法，我们来试一下。他说呢，你可以先喝一口汤，然后呢，加一片牛肉咬3口，然后再把这个硬食呢咬3口。喜欢重口味的人会喜欢这样吃。Hello， 我们今天来到竹子湖，来这边呢一定要先来吃一间餐厅。那我们之前在附近呢吃过很多间餐厅，每一次没有吃青菜园都被骂，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排到。给第一次来的朋友一点小资讯，你们来到这边看到旁边排一排人，其实大家都在闪车，并不是大家都在后位的，你就是先到门口去缠着他们家的人，赶快先登记后位就对了。千万不要错过他们家的鸡肉。这个鸡肉呢，虽然好咬，但是还是很有弹性的。重点是它的皮量油亮的，里面看得出还有一点薄薄的肉冻。他们家的辣椒酱油非常好吃，鸡肉沾上去真的是超级加分的。那他们家的鸡肉那一盘啊，半鸡要500块，不过是蛮大一盘的哦。它那个酱油是带一点点甜的辣椒酱油。炸香菇，这个会可以赚钱。建议大家点一下这个炸香菇，非常好吃。你可以吃到外皮，表皮是酥脆，可是里面因为它香菇用了很大朵，所以它香菇的那种该有的水分都留在里面，而且它香菇非常的甜，建议大家点一下。我刚差点想要拒绝点这道菜，它吃起来有点吃肉的爽感咸酥鸡的感觉。全家人一致认为没有吃过比它更好吃的炸香菇。餐厅叫做青菜园嘛，所以他们家的青菜绝对是不能输的。刚刚看菜单，种类真的很多。然后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山蔬，有没有很翠绿，然后都非常大根，很有水分。那因为这么大根的山蔬，通常吃起来会老，但是不会哦，超嫩的。的金沙茭白笋啊，是他们评论上面的第2名。如果我们没有点的话，观众应该会生气吧。然后刚刚吃了一下啊，茭白笋也是非常的嫩，它的调味整个是很好，就连上面配角的葱啊，都非常的鲜甜，水分很多。我们今天点的菜，它的调味上面都带有一些甜味，像这个茭白笋也是。这个金沙呢，一般我们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死咸，但是它加了一些甜味之后呢，就变得非常的柔和。来到阳明山啊，这个地瓜汤也是不能错过的，几乎每间餐厅都会有配备这个地瓜汤的选项。那它的地瓜呢，你看哦，非常的大颗，而且香甜松软。那我觉得它的姜汁的味道并不是非常的浓厚，可是我比较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比较平衡一点，它也比较轻一点。连地瓜汤都可以续汤啊，不过现在比较可惜的，已经不能续汤了。我现在讲一下我的心得。我刚刚那边排的时候，看它动线那么糟，我想说再好吃也应该就3点多分，结果它4点多分，我想说怎么可能？就后来吃一吃之后呢，我吃到那个鸡肉之后，我整个就原谅它了。前面在后位的时候动线蛮乱的，点菜的动线也有一点乱，但是还可以接受。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要并桌哦。那我们是 OK 啦，因为反正你想要吃东西，你就要接受人家的规则嘛。那吃到鸡肉的时候，我就完全忘记前面的一切，吃到那个鸡肉只有幸福感而已。如果他们可以在后位登记的这个环节呢，安排的再好一些的话，就无敌了。现在在
在三中原餐厅的门口，这其实是另外一天了，因为前几天我们拍摄的时候呢，竹子湖起大雾，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呢，我们今天又特地上山来。那第一站当然还是先吃饭，因为呢，你要找停车位真的太难了，所以你就是要吃饭，然后把车好好的停着。那这边呢，其实很多餐厅我们都吃过了，这个时节呢就不要太什么挑剔，其实这边的餐厅都蛮不错吃的，有位置停就先进去吧。所以这间我们一样拍给大家看。差不多了，阳明山这一带的鸡肉啊，其实水准都还蛮高。你看皮也是这样油亮油亮，然后如果你要肉冻的部分呢，也是可以有的。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它这边有那个这叫油葱鸡嘛，那可以提供一下就是白斩鸡以外的选择。那我妈是比较喜欢吃冰冰凉凉的那个白斩鸡这样子。它的油葱鸡的形式呈现蛮特别，一般就是冷盘上来给你嘛，可是它是有那个明火在下面。对，其实你就可以吃热热的，就可以淋饭，就看大家自己怎么选。我们另外还要点一盘炒山猪肉、炸地瓜，还有个蔬菜类的。那这次上来吃就觉得啊，内容明显的有比较缩水，然后价格也有稍微调涨一点。但是呢，跟像我们前几天去这个青菜园比的话，那里离这个海域的花田是比较远的，然后你又要跟人家并桌，座位场地上面没有那么宽敞。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你进来餐厅用餐，你还可以顺道有一个车位可以停，所以就看大家怎么选择。对。平心而论，我觉得整体的口味还是蛮不错的。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在吃之前，先拍一下菜单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在东门吃肉羹，它的吃肉羹真的非常厉害。刚刚一口咬下去啊，我觉得它的肉感算是比较扎实的，然后咬下去那个胡椒香马上就蹦出来。可是整碗是比较偏咸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配饭吃的话就会感觉好。它的汤是柴鱼基底的，然后是属于比较浓稠，我觉得吃起来很像是你在大餐厅吃到的那个鱼翅羹的那种高汤的感觉。对，有点类似像三元号那样子。然后它的味道比较咸一点点，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如果是点肉跟饭的话，或是肉跟面的话，就会刚刚好。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肉羹的热肉非常的出色，它的鱼浆很少，可以说是没有，然后肉的比例很高，很好吃。我来吃一下这个甜不辣。这一盘呢才50块，觉得还蛮划算的。对啊，然后我刚刚在里面看到它，那个锅子里面啊有一些肉啊什么的，看起来很像那种鸡茸那种吉古拉这样。对，菜头卤啊，对，因为它里面有吉古拉嘛，这也不是竹轮这样。它的这个竹轮是比较偏厚的，跟鸡茸羹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再来是它的甜不辣呢，其实口感都是偏扎实的，我觉得咬起来很舒服，因为我很怕吃到那种偏软的甜不辣。米血的部分呢，就是软 Q 的，很好吃。我感觉糯米的成分是蛮高的。我觉得它这一盘特别必点，然后因为这一盘的话50块里面东西非常多，但我觉得它整个是经验累积下来的，就是可能客人啊慢慢反馈，然后出了这些东西，那它整个东西很多，所以觉得很丰盛，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如果单拆每一样的话，你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地方，可是合在一起真的吃起来非常的爽。好，我忘记讲它的酱，为什么会讲到经验累积来？因为它这里面其实是有番茄酱成分，然后跟算是甜不辣酱混在一起的，所以它应该是有
一直调配到现在这个样子。肉羹的那个翅肉非常的出色。我刚刚在拍食物的时候啊，我就说哇，看起来超好吃的。结果隔壁的大姐就说超好吃的，她说她连吃了10年，她都没有厌倦过。她住附近，对，真的我觉得有好吃。对啊，甜不辣也很好吃。先排一下菜单啊。叫做曾朝明果汁，它应该是一间水果行吧，对不对？你们应该是一间水果行吧？对，水果行，然后卖果汁，非常的聪明哎！我跟你讲，我刚刚是在不知道哪一间店排队的时候，看到人家在喝，人手一杯，我就被吸引过来了，真的很好喝。这杯是红龙果昔，里面还有柠檬，还有凤梨跟苹果去调味。对，我刚刚看他在弄的时候，觉得很好喝，然后他听我们就说，因为他会倒不完，然后叫我们多试喝一口，就先喝一口这样子，就后来要喝3口才有办法再把它补满。所以事实上这一杯我们得到的应该是超过500cc。对，我觉得大概有700，因为我们喝每一口都还蛮大口的，很好喝哦，很好喝，真的。真材实料，就是他说他没有加水，没有加糖，对。然后我觉得甜度也调蛮刚好的，很好喝哎。我觉得因为这是他们的那个特色，对，所以可以点，这叫红龙果昔。这杯也是我刚刚看到人家手上拿的，就是这一杯。这杯是凤梨加柳橙，然后我其实是刚刚在转角看到人家在卖凤梨，所以就特别想要喝凤梨汁。对，这杯也很好喝，我觉得它的酸味、甜度都调整的蛮平衡的，不会说过酸或过甜。我觉得可能就是水果非常的新鲜，所以用什么都好喝。其实啊，你看杯子盖上啊，如果有很多渣渣，表示说它就是非常的真材实料，这样非常的纯。这是经过这里都会想要来一杯的那种，够浓醇的。喝果汁喝到会想要把它都刮一刮，会觉得哇，这样子好浪费，我把它喝完了，然后还觉得哇，这样好浪费，想要把它刮下来这样。回去剪影片的时候，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气色超好的，你懂意思了。对，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对。北投的知名景点 AR 仔卤肉饭一定可以算上一份，你就算吃不到，看人家排队也是觉得蛮过瘾的。我们之前专程来啊，赌了很多次都没赌到，今天临时起意，竟然买到最后2碗，超幸运。我们北投拍了几十次了。我只有吃过外带的，还没有内用吃过，不知道会不会差很多。AR 仔的卤肉饭是属于超级黑金的那一种，但它在所有甘醇系的黑金里面算是比较偏咸一点点的。那这个味道里面还带有一点苦，主要是可能是因为焦糖化的关系啊，所以让它有点苦味。我觉得它是非常的干，然后干到变成有点苦苦的这样子，很好吃耶，很有深度这样。白切肉非常能够考验猪肉的品质。首先就是它很没有腥味。你说他们家用的是温土鸡是不是？对，老板他是在那边切啊，然后你今天很安心的看他在弄那些做这些肉，所以它肉特别的甜。他处理的很好，他开始把一些什么边边角角的处理掉，看起来就非常的安心。肉的品质非常的好，它只要碰到猪肉的东西啊，你都可以给它点上一份，因为你看他在处理，你就知道一定很棒。他们家的笋丝啊，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酸，那么的油，算是蛮小清新的一份笋丝。我觉得他们在处理食材上面是很用心的，因为它这个我刚刚讲，你看每一个部分都是很嫩的，所以它有去挑过。或只要是碰到猪肉的东西都必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必点是有碰到它生卤的东西。
它就是它这个老卤汁这样子，那这东西绝对很。我们刚刚想要点豆腐跟卤蛋啊，都已经买完了。那什么排骨汤是根本佛跳墙的味道吧？我跟你讲，它这样小小中，所有东西都塞在里面，对不对？它把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在这里面。这盅真的是超浓缩，你不要看哦，很多店家啊，他都会这样一盅一盅放进去蒸，可是有的店家啊，就是蒸出来跟你直接用汤匙这样盛起来盛到碗里面的没有什么两样，但这个你真的喝得到那个浓缩感。这一家我很久以前就在吃了，因为我住北投嘛，然后建议大家一定要现场吃，现场吃跟带回家差了很多，真的，现场吃超级强的。这一家是汕头老牌赤神汤，我们以前很常吃，可是来拍了2、3次，竟然都漏掉它。不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拍10家，因为我们很常吃的，就会想要吃吃看没吃过的。现在我们就来吃一些以前常吃的。我们来点，我们你小，我们点了一个挂包，突然有时候嘴巴就是会没有对。怎么样？就这样，我们吃了很多次，可是为什么我以前都没有觉得它有那么好吃？就是吃，你因为舌头越来越刁，你才知道它有多好吃。当时明知未开。对，我跟你讲，它的酸菜特别的好吃。对，酸菜很香，然后再来是它的面包啊，就是有那种牛奶馒头的感觉，然后很扎实。厉害的挂包非常多，但是这一家呢，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它的酸菜。它的酸菜是那种，如果你在牛肉面店吃到，你会就是一摇就半锅被你夹走的那一种。它的调味非常刚好，不会过重，因为我们吃到很多的挂包呢都是咸油腻。那如果你在夏天吃到这一颗的话呢，也是非常 OK 的。对啊，我们近2年吃到挂包，每一颗都很强。一定要这样点才是对的，一套才对。我们今天点的是综合汤，然后刚翻了一下，吓死我！它的综合汤里面料超多，然后有很多平常在四神汤里面不会看到的料，比如说这个是生肠，然后也一样有猪肚啊、小肠之类的。我随便看一看，大概好像至少有个4种以上。刚老板娘很自豪的先拿她的奖牌来给我们拍。那你看它这个汤头的颜色这么的浓郁，那入口呢就是感受到它那种就是大骨汤，然后煮的就是非常的入味，然后中药的浓香，是非常好吃。好吃。我跟你讲，它的那个料吃下去你会更惊艳，就是你吃到这个料的味道呢，比汤的味道还要更浓郁一些，根本就是加强版。然后每一种食材的口感都很棒啊，这些该烂的都有烂，你会吃到一些平常不会在四神汤里面吃到的东西，那口感还蛮惊喜的。像这个是生肠，我刚刚就在想说，这个汤的颜色呢，跟一般的四神汤不太一样，它的颜色特别的深，比较黑一点点。然后老板呢就拿出了他的秘方。它的这个汤里面就是加了这个药酒，而且这个药酒呢也是他们亲手去制作的，特别的厉害哎。这不是酱油，这是药酒，然后加上他们自己那个中药材祖传的。原本的汤是卤白的，哎，加了料酒，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汤哦。料理台的那边汤是白的，你看这里面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这一家是东石鲜科，上一次来盐山夜市的时候，大家敲碗最多的就是这一家。我说我们怎么没吃这一间？对，然后今天终于来了这一盘炕鲜科160，然后哇，超级肥美的，肥美的鲜科啊，每一颗都饱满到不行。怎么样？是生蚝的感觉，这么厉害？很甜。它的熟度掌握的很刚好，每一颗还是这样子浑圆饱满的。然后呢，它的调味也不会过重，正好可以衬托出这个鲜科的鲜味。这根本就是到东石去吃的那种感觉。真的。你帮我翻一下有没有不饱满的？我觉得好像很难欸。每一颗都很饱满，精选哦。哇！你要找那个不饱满的，我跟你说，谁要看啊？没有半颗。有这一颗。哦，终于被我抓包了吧？哇，这是我们点的蚵仔煎。我觉得你们不用夹蚵啊，因为它蚵仔一定超饱满的。不行的话，你就夹这边过去看一下有没有浑水摸鱼啊，但是还是非常的棒，就是很大颗。看到评论，大家都说它的酱汁很好吃，我们来试试看。我跟你讲，它一来的时候，我就先闻到蛋的香味，它蛋炒的超香的。一入口你其实会先感觉到熟悉的蚵仔煎酱汁的味道，但是又多了一份味噌酱的感觉。对，我们刚刚在讨论，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味噌酱味道。好，来吃一下它的皮啊。你怎么一直夹蚵仔？它蚵仔就是不容你质疑的嘛。蚵仔就是你不要夹到蚵仔很难啊。哦，好。我觉得它整个融合的很好，因为有时候你会吃到那种粉是粉，然后蛋是蛋，但是你很难夹到一个部分哦，是只有那一个东西的。像这个就是融合的很好。我刚刚夹来吃的时候，要刻意避开蚵仔还蛮难的，因为怎么夹都会有蚵仔蛮多的。你看现在蚵仔被我集中起来了，这么大一部分。我跟你讲，总结一下，它这个蚵仔煎是非常值得一吃的。光它的蚵仔就是50%的分数就已经先拿下，另外50%的这个皮的部分也可圈可点，然后里面的蛋很香，然后调的酱的比例啊什么都非常完美，我觉得整个加起来应该95分了，精品级的。我忍不住要再讲一句，我原本想说它这个这么满，下面应该一大堆豆芽，就完全夹不到豆芽，很实在，全部都是蚵仔。完全是蚵仔，真的，我没骗你，这个价格要执行哦。有够香的。这一家是众所期待的施家汤圆，我们之前没有拍这家，大家超级无敌生气的。其实我们以前超级喜欢吃这一间的，很常来吃。每次来它都排队排得很长，所以我们才会都跳过它。他今天一样还是排队，但我们想说，我们应该不可能不拍它了，来试试看啊，看有没有退步啊。4月嘛。这家我们太熟悉了，其实我觉得它吃起来内馅呢蛮像是福州鱼丸的，然后呢又香又浓这样。那现在再吃下去呢，又觉得很像客家汤圆，但汤不像啊，汤的话就是少了那些草料，可是这个本身真的很像客家汤圆。其实我们第一次吃到这一间的那个汤圆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就已经是我心目中第一个。那我现在再回来吃，而且之前吃过很多其他家，我目前还是觉得它也是名列前茅，数1数2。它的汤头呢是有一些那种虾米的味道在里面，然后是比较清澈的。那我觉得其实这样搭配起来呢，会比吃客家汤圆还要更舒服一些，因为有的客家汤圆都是你很容易吃到后来太油太腻了。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东西还是不太一样的。这内馅非常厉害，我们很少吃到这么充实的内馅。
这个是他们的红油抄手，他们的馄饨跟汤圆都是不能错过。当然，他们还有这种小菜类的都是很值得点，还有那些醉鸡腿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食量有限的，就是吃这个他们最经典的这个。不要看我刚刚一口这样下去了，它其实蛮辣的。我只记得它很香啊，但完全忘记它这么辣，所以要小心哦。这个你就是选红油抄手或者是馄饨汤选一个，因为我们已经有汤了嘛，所以选这个。但是这个你又怕辣。这小馄饨的皮薄而不烂，然后内馅呢也是小而扎实。我们常看到很多厉害的店它都是只专卖1-2个品项，可是私家汤圆呢，它是卖很多品项，那很多品项都非常的好吃，综合分数来说是非常的高。对。我们之前来我很喜欢点它的香菇肉饭，小菜也都相当的不错，还有醉鸡腿，我觉得也是必点的。葱油鸡腿，然后我觉得那个麻酱面不错，但是我更喜欢老面店的。讲不完，就是鸡汤类的也很厉害，每一种都好吃，真的。这间是鹿店苏来传肉圆，那这间店呢，你看它的用瓷碗，这个碗非常的漂亮，看起来就很有质感，很好吃。那这间店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在第一次来万华的时候，朋友推我们来吃的店。可是当时呢，因为这个排队人潮非常的多，我们完全都吃不到。来的时候，后来就已经卖完了。先来吃吃看它的肉圆。先从它的皮开始吃，我已经闻到一点点不是那么熟悉在肉圆里面会闻到的味道了。怎么样？很有意思，我想起了我们前2天吃烤鸭的味道，因为它的酱是有一点点甜面酱的感觉。它其实是味噌酱哦。这一间的有名就是它有味噌酱。123，它的皮非常优秀。我在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 Q 的皮，但是我长大之后我喜欢吃就是比较软的皮，因为软的皮比较能够吃到它那种手工感，还有再来米的成分高一点，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好吃，很值得来吃哦。它的皮非常优秀。这颗肉圆上来的时候，它是画十字形帮你化开，然后露出里面的料。这个肉球呢还是完整的。那我们在里面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像里面有很大块的香菇，这颗真的很香它的肉是整块的瘦肉，然后我们刚刚在里面还有吃到栗子，非常惊喜的口感，还有香菇，这根本就是肉粽的配置吧。吃一下藕桂，也看起来超厉害的。哇！我看到你露出了虾土豆的表情了。为什么是虾土豆？就是他觉得好吃，跟那个就是一种没有，我觉得他都是1号表情，这样嘴角一边上这样。真的蛮喜欢看他的，看他吃东西很疗愈。他们家的东西真的很有特色。我们一般吃藕桂呢，就是桂里面包藕啊比较多，可是呢，它是米粉跟这个桂跟藕啊呢融合的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两者会有点分不开的感觉。口感上我觉得比较近似于萝卜糕。那当然它的藕腔，对它的藕啊呢串腔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明显，那个藕啊的香味跟口感都还在。切开来看它的剖面，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一般，再加上他们家特制的这个味噌酱，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重口味的人一定会吃得非常开心，但也不是说它真的很咸，就是重口味型。在
碗是我们点的综合汤，里面有薏仁、猪肠还有猪肚。先喝喝看，然后我自己觉得前面2样东西，这个应该也不会让我失望。这一碗是65块，我觉得里面的料还算蛮丰富的。那它的薏仁比较特别一点的是说，它没有滚到就是整个是绵的，它还保有它那种颗粒的样子，但是有煮透啦。那肠子啊，还有猪肚的部分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口感很好。汤的部分呢是属于咸味没有那么重的，但是我觉得配肉圆的话呢，算是平衡感很好的，完美组合。我觉得这间小吃呢是精品级的。如果你带外国朋友来台湾的话呢，带他来吃这间肉圆，他就会以为全台湾的肉圆都长这样，这么好吃，这样。这间是91项甜不辣，敢在万华开甜不辣的人都非常的勇敢啊，因为万华甜不辣老店非常多又非常的厉害。我看他评价不错，我们来吃吃看，不要每次都吃老店，其实老店都吃完了。这是小碗的50块，比较特别的是，这个9层塔花枝丸是我们一般在甜不辣里面比较不会看到的。先吃好了。这个我们一般在火锅料里面都吃得到，但是这个不一样，它的9层塔比例非常的高。我们刚刚咬一口啊，整个9层塔的那个味道都爆出来，对，而且纤维都被我们抽出来。对，而且它比例很高，你看它这个9层塔还在上面，有没有？可以直接这样用咬就把它整块咬出来。他们家的酱也蛮特别的，是用刺味噌去调配的。那跟我们刚刚在苏来船吃到的酱呢，是有一点类似的，但还是不一样。主要是在那个刺味噌调配的比例不同，结果就会不同。但吃起来都会有一种甜面酱感。好喜欢哦，因为他们家的甜不辣非常的扎实。我最怕吃到那种甜不辣是软软烂烂的，像肥皂一样。对，我跟你讲，这个你看我要把叉子拿出来是有一点点困难的。而且它的鱼浆很浓。这油豆腐的口感也是很扎实，没有第二句，还是很扎实。它整碗超级扎实的，每一个料都非常真材实料。你要说真的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没有，可是它绝对比一般你家巷口那个都还要扎实的。这也是比一般的这种鱼丸扎实一点。它很平实的这间店，然后它的东西都很扎实，真的每一个都很扎实。这句话没错。这个如果很扎实就不行了。唯一不扎实的东西就是这个。对，它化掉了。对，非常好吃。这是手工鱼浆高丽菜卷，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厉害。基隆鱼浆高山高丽菜。对，试试看。我跟你讲，看起来还是很扎实，很扎实，真的。对，你叉子碰到这个东西的第1秒钟你就知道了。一般的高丽菜卷比较松散，它还是维持了他们家一贯的那种就是扎实的风格。你已经都讲到他们家，因为我们已经跟他很多料都交手过了。对，没错。然后再来是说，它的鱼浆是认真非常的甜，然后里面混合了很多蔬菜的甜味。高丽菜也超甜的。没错，这个好吃。我们刚刚讨论一下这家店的小结论，就是说很多店呢，他们是那种花招很多，但他们家也好吃啦，对，但他们家不是属于那一派，是属于基本功很扎实的那一种。对，就是他蹲一个马步，你要把它推倒是太难，没错，用头拉苦拢都撞不掉。这间店你就是记得2个字：扎实，而且好吃，好吃是重点。喝个汤，好，但我猜很扎实。这怎么扎实啊？实它萝卜味非常的浓郁，而且汤的温度够烫，非常的好喝。扎实的萝卜味，拳拳到肉。
它这个萝卜味，因为很多外面专门在卖萝卜汤还要浓非常的多，太扎实了。刚一进门就看到这个老古董，问老板这是什么？他说这是70几年的裁纸机，他们家在做印刷的啦。这间是龙都冰果专业家，我们是100年小吃不稀奇，100年的冰店，应该只有这一间了吧？这间其实我们之前拍过，我超爱的。念念不忘。对，这个叫什么冰？无敌八宝冰，超无敌的。店内有2个品项，八宝冰跟无敌八宝冰。那无敌是无敌在哪里呢？就是这颗奶酪。我们现在看上面有哪些料：花豆、绿豆、花生、红豆，然后再来这下面有一块蜜芋头，然后还有这个是脆圆，那这个脆圆比较特别，等一下再来说。然后它的汤圆也是非常好吃的，再来就是奶酪。我们把豆类都一起归纳一下，它的豆类都是那种非常绵密，但是又保有圆形的。然后这个花生的话呢，也是一样，有点像爱滋味花生那种感觉，但是呢又更松软的一些。它的口感虽然都很绵密，可是它形状都还很保持完整，就像豆沙胶囊一样，不同的豆沙胶囊。他们家的味道非常的古早味，相较于现在很多新式改良的冰店啊，这几个东西味道是稍微偏甜了一点点。这汤圆非常的特别，有点像是介于汤圆跟地瓜圆之间。但它放在冰上久了呢，我觉得也没有感觉到它变硬了。我觉得是 QQ 的啦。这里面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脆圆，脆圆看得到一些纤维。那刚吃了一下呢，觉得应该是芋头的成分。这一块蜜芋头啊，很完整的形状，这一种人一定好吃啊。它其他东西有些蛮甜的，但是反而这个是很不甜的，我很喜欢。其实因为它的冰啊本身上面没有很多的甜，所以它是靠这些料去增加它的味道。对，所以你要跟冰一起吃呢，就会比较平衡。哇，这个奶酪最无敌的东西。要加对不对？要加，他们家的奶酪很香甜，很好吃。它奶味很重，然后呢非常的柔软，应该不是用吉利金去弄的那一种比较 Q 型的奶酪。小小总结一下，它的料有蛮多是偏甜的，是因为它的冰完全没有加糖水，所以整个混合下去呢，就达到一个相当好的平衡。那再讲一点，就是大家很在意这个冰的质地，有些人很讨厌吃粗的颗粒，觉得像在咬冰块，那他们家很细致，放到嘴里就化开了，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啦。我们拍过这么多间的冰店啊，我超级喜欢这间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料都超级的传统，超级的古早味。就像我小时候，我那种几岁的时候，然后在吃到的这些料都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有改良，那我们就渐渐的吃不到这种味道，那这一间就可以吃到小时候那种味道。梁宿商号，我们来吃它的炭烤吐司。听说这个是行天宫附近的排队名店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点的是一个最基本的肉蛋吐司，最邪恶的就是它这个蛋黄啊会流得非常的厉害，真的看起来超级邪恶的。我来试试看。它的吐司烤得超漂亮的，来吃吃看。
超好吃的。认眉毛就知道了。对，因为我很少吃到真的炭烤吐司有那种炭烤的香味，而它的炭烤香味是非常的明显，然后蛋的熟度又掌控的非常的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啊，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家附近的早餐店能不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它一个60块，然后我觉得里面的肉啊是品质非常好，也很好吃的。那里面是有加美乃滋，但是它的美乃滋呢，并不会让你觉得很腻感，然后就是整个这样子黏黏稠稠。它的这个美乃滋啊，跟我们一般在早餐店吃到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太一样。它的美乃滋酱在这个吐司里面是真的有起到整个吐司的调和作用。那其他的美乃滋呢，我觉得是有一种好像就是一定要加一下走个过场的感觉。这家我们很喜欢呢，不管在吐司的柔软度啊，或是肉跟蛋的那个就是制作上面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那这家店呢，它比较偏是早餐场哦，就是一大早，然后到中午可能12点多它就卖完了，所以大家要吃的话要请早。我们点了一杯半糖的梁树红茶，它的红茶是属于古早味红茶，配一下蛮不错的。我觉得半糖还是稍微甜一点，你可以选择什么3分糖之类的。它有无糖可以选择，只有2种。不过好喝，那个底很好喝。金香猪脚凉面，蛮特别的。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组合，通常猪脚不是都配卤肉饭吗？它也有卤肉饭。来看一下它的凉面怎么样。我点了金香凉面，然后跟一个中段，然后1碗竹笋汤。看它的凉面，我刚刚看它凉面还蛮特别，就是偏白色的，不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黄色的面，而且看起来非常的 Q 弹。今天天气非常热，就会想要吃这种凉面。那我比较怕吃到就是凉面啊，它的麻酱啊非常非常浓厚，这样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吃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清爽。那他们家的凉面就是醋的味道会比较多，而且加上一些蒜泥，我觉得是非常在夏天吃起来非常舒服的。他们的醋味是比较清爽型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吃那种醋味比较浓的啊，就会觉得这一间蛮好吃的。我们来吃一下它的猪脚。我本来跟你讲这家店的时候，你还不期不待的，结果来看它的猪脚就觉得行了吧？对。其实它不用特地强调凉面，就讲猪脚就会让人家很期待。它凉面好吃啊，只是说就是你会觉得你会拿一个就是比较吸引人的东西去搭配。这个是个人意见啊，因为我觉得猪脚加凉面听起来就很吸引人啊，因为就是没有看过这样搭配啊。我们在评论上面看到人家说它的就是感觉蛮像富霸王的，那真的是蛮像。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点的是中段，它就是皮跟这个筋是比较多，比较没有什么肉的。可是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吃这种胶质的部分啊，然后超厉害，也蛮沾嘴巴的，就是它蛮黏的。对，那它吃起来的味道呢是那种甜咸的，然后带有一点点辛辣，微微辛辣感的。那这样子的话会让整个味道层次呢变得比较丰富一些。我们在吃腿裤的时候呢，就会吃到它比较多的脂肪，还有瘦肉部分，那肉感会比较强。那如果你想要吃到比较多的胶质感的那种黏黏的感觉的话呢，点中段就没有错了。对，没错，有些人就是特地要吃中段的。对，好好吃哦。夏天到了，就是竹笋的季节，所以如果看到竹笋汤，不要犹豫，就是给它点起来就对了。猪脚跟竹笋汤是超级搭配，没错，是很腻的东西，一个是很解腻的东西。哦，它的汤也很好喝，充满了竹笋的甜味，然后里面还有一小块排骨。我觉得一口猪脚，一口竹笋汤真的是超棒。
它的竹笋啊，非常的甜，非常的脆，然后其实分量也还蛮多的，我觉得这一碗55块还 OK。我们现在来到会上瘾，这是行天宫附近呢一家评价蛮好的伴手礼店。那我主要是看到它图片那个流心芋头酥，觉得非常的想要尝试看看。对，太重我的口味了，又是芋头，然后又会那个流心这样子。然后很棒的是他们有试吃，所以我就可以试试看，可以决定要不要买。评价说他们家试吃很大方，真的很大方。来吃一下，你就是看到这个整个受不了，想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我刚吃是真的觉得蛮喜欢的，刚吃下第一口啊，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甜，可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外层的面皮啊，就是它的千层酥的部分，咬进去之后，慢慢的甜度就被中和掉的。我觉得其实是蛮不错，因为口感有好几层。每一种都给他来试一下，试吃还蛮大方的，最喜欢这种店。真的。这个是红土咸蛋黄酥，名字取得真好哎，而且它蛋黄啊看起来超光滑的。我平常不喜欢吃这种枣泥的东西，可是它的甜度很低，然后咸蛋黄好香好香哦。它这个东西真的该酥就有酥，该香就有香，而且没有多余的油腻感，真的会上瘾。再来吃吃看凤凰酥。哇，我最喜欢吃凤凰酥，因为蛋黄那个凤梨酥我超爱，然后有蛋黄的东西我也超爱。我也喜欢这个，它的凤梨酥的质感，那个外面的酥的皮啊，是很有质感的那一种，不是那种传统有时候会吃到那种糊糊的。对，很好吃哎。然后凤梨馅的甜度也不会太甜，他们家的甜度应该都是我会喜欢的哦。它的凤梨馅啊微甜，然后包裹着这个咸咸的咸蛋黄，咸甜的，层次感很分明，很好。我们发现这个日本的美食作家啊，刚好最近出了一本新书，然后有把这家店写进他的书里面。这边你们看到，连日本人都发现这家店了。这个书里面呢，日本人推蛋黄酥，还有这个抹茶牛轧软糖。要让日本人推抹茶不太容易，我们来吃吃看好了。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可是呢，这样反而显得非常有气质，因为它抹茶就是淡淡的，给你一点淡雅的清香而已，并没有给你很重的暴击。这个是夏豆坚果塔。刚刚吃这么多，你最喜欢哪几个？都很喜欢，我觉得真的都好好吃。刚吃的那个坚果塔，它是夏威夷豆，然后所以当然你可以吃到很浓的坚果香气，然后加上微微的那种应该是焦糖在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有蛋黄的，它的蛋黄真的是挑得非常好，超怎么讲，很咸香这样子。我一般吃这种东西都会说啊，配个茶非常的棒，但他们家的东西不配茶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没有很干，而且呢甜度也不够，甜度也不会太高，所以喝茶不喝茶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对。我们来吃小王煮瓜，虽然这一家我们已经拍过了，可是呢，我们真的非常的喜欢这一家。那如果不是拍摄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吃到，所以这家等于是自肥一下了。这是香菇卤肉饭，他们家的卤肉呢是属于肥肉的比例比较多一点的，肥肉会化开，所以它的油香呢就可以很好的跟这个米饭融合在一起。酱汁的口味呢是属于黑金甘醇系，咸不咸的话，我觉得很看个人，但它稍微有带一点点的甜味。
建议大家如果重口味的话呢，直接点卤肉饭。那口味没有那么重的人可以点香菇卤肉饭，因为这个香菇呢，它可以很好的去中和掉一点卤肉饭的咸味。来到这边呢，一定要点的就是这个瓜仔肉汤，这个非常的特别，因为很少在外面啊有看到有人这样子做。你太久没吃，你还以为它是肉羹呢。对，我刚刚想说为什么我一直看到照片有肉羹，可是菜单上都没有。这个味道我很喜欢，我吃过一次我就很难忘，所以我不用吃，现在不用吃我也知道它的味道是怎么样。大家还是不要把它想成肉羹啦，它是一碗带这个瓜仔味的清汤，所以它清汤的成分是比较多的。那你喜欢吃那种单纯的瓜仔肉的那种瓜子的味道的话，我觉得是很棒的。这碗汤也是非常的甘甜，所以我觉得来到他们家呢，主要就是主打一个甘。我刚刚在喝到它之前呢，就稍微的有点脑补它是肉羹汤，太久没吃了。但是你知道它之后呢，你就会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不能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它。另外像这些豆腐啊、冻肉啊，很会吸卤汁的东西，通通都给它点下去，因为他们家的卤汁真的非常厉害，没有吃真的是会有点后悔啊。像我现在吃控肉，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咸啊。那我有发现到一件事情，评论上大家对它的这个咸淡啊，或者口味啊，这个评价好坏真的是相差非常的大。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它的卤肉呢是咸的，那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再加上香菇啊什么去把它融合一下的话，它的这个口味就会变比较偏淡一点。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它的卤汁刚好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吃，因为像隔壁的方圆，他们其实是同一个老板。那我们在隔壁的方圆曾经也有吃到比较没有那么好吃的时候，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吧。这个非常的柔软，一夹就化开了。这间是敞红面点，米其林必比登推荐。那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菊花肉面。那我们其实放在清单里面很久了，每次来呢都是不是吃太饱，就是它刚好没有东西可以卖了。不是，还有就是很多次是没开，我们真的来过这边很多次。对，然后呢，每一次拍万华都会有人留言，为什么没有拍敞红面点？这菊花肉面呢，其实是嘴边肉，然后有人说它里面的纹路啊，看起来像菊花的纹路，那我是不能理解啦。不过就是名字蛮雅致的，好吃就好，我们来吃吃看。这是老板刚刚跟我说的哦。超好吃，对不对？汤头非常的惊艳，你看哦，因为它的汤头啊颜色非常的浑浊，这个是很浓郁的大骨汤哦，然后再加上里面呢有一些胡椒去做提味，然后我们在吃到这个面的时候呢，这个面本身吸附了那个汤汁，它的汤头不是算很咸的那种，所以更能凸显这个面香。那面的口感本身也很好。我刚刚吃完肉之后忘记要讲口感了，因为被他吃面的声音讲哇，然后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我们就先讲那个了。对，其实它的这个嘴边肉啊也是非常的好吃，我觉得比起一般的嘴边肉来说呢，算是更不干柴了一点，然后胶质感也更好一点。长虹面点啊，它最有名的除了它的这个菊花面以外啊，它的小菜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那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们刚好看到这个猪尾巴，不是很常见的。我基本上我们拍的这一年很少看到猪尾巴，几乎没有，就它有而已。我们等一下来吃看。
猪尾巴中间的部分是骨头，外围稍微有一点肉，然后其他全部都是胶质的部分。我一般在吃这种东西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兴奋，又有点害怕，主要是因为我蛮喜欢吃这种胶质，但是呢又怕它会有猪腥味，可是它没有，它处理得很好，然后它的酱汁也非常够味。老板刚刚偷偷的跟我说啊，最多人点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护理师啊，然后一些医院工作，他们说因为这个胶原蛋白非常多，他们都知道要吃这个来补一下。我们另外还要点一份生肠，那我觉得它的小菜呢，口感啊、味道上都处理得蛮不错的。我蛮喜欢有给9层塔当那个配料的店家，因为搭上9层塔下去吃，它的整个味道会变得完全另外一回事。我觉得9层塔是神物。是黄金蛋。这黄金蛋蛮有意思，首先是我觉得它的蛋黄啊特别的香醇，然后你吃起来觉得它的蛋黄有一点点咸味嘛。好，然后再来是它有小小的卤过一下，可是就卤在表层而已。重点是我觉得它的熟度啊控制在一个真的很微妙的地方，它是全熟的，可是呢又有湿润感。这份是翠绿银芽，其实就是韭菜跟豆芽，但是名字真的也是取得非常的雅致。我们来试试看，好香的韭菜味哦。这两种东西其实都很常在汤面里面出现，可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吃到它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可是总是吃到一点点，就没有了。那如果你能点上一盘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它跟其他软软的口感呢形成一种强烈的冲突跟对比。那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得到一种很好的调和。这一间是昆山四神汤。我们之前来拍剥皮寮的时候呢，经过这边觉得哇超香的，想说等一下来吃，结果那天吃太饱了，完全吃不下。那后来呢，观众也跟我们说这间真的超推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今天点的是综合四神汤，里面有猪肚、小肠，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还有粉肠。这汤非常好喝，一般我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如果碰到有一些它处理的没有很好的话，你会觉得在喝薏米水。但这一碗真的就是熬成汤了，它的不管是料酒的香气啊、中药的香气，或者是汤的咸度，我觉得都是很平衡、很足够的。然后再来就是讲到它里面的这个料的部分啊，它每一种都处理的蛮好、蛮干净的，特别是粉肠啊，我觉得是有比那种一般黑白切啊还要更好吃一点的。它的汤喝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口干舌燥，如果你在这种热天啊去喝上一碗的话，也不会觉得说需要再喝一点什么来补充一下。我个人啊，最吸引我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的台面非常的干净，这是第一点让我想要来吃的。第二点就是吃了之后，他们的东西就跟他们台面一样干净好吃。我觉得这一碗我打个90分好了。我刚刚在摊子前面点餐的时候，口水就已经快要流下来了。它上面那个肠子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那这一碗呢，我点的是综合70块，它里面的这些猪肠啊、猪肚啊，非常的多，比一人的比例还要多出不少。这已经是我们吃过一些的。我蛮喜欢吃四神汤的，可是能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它直接跃升我心中第一名。这是金好吃花枝羹，这一碗是120块钱。我先不评论它是贵还是便宜，但我给你们看我刚刚探索这碗羹的心路历程。本来是这样子嘛，
然后我一捞的时候，天哪！这如果在什么夜市啊、老街啊，这种花枝会被叫做深海霸王花枝吧？对，而且它是几乎就是花枝，对，很大一块这样的哎。成分很低哦，很厉害哦。先来讲，它跟它的质地非常的浓稠，微微的蒜味，微微的沙茶，比较多的是甜味。那我觉得他们家比较特别的是，给你一些调味料，让你在旁边，就是如果就是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加，比如说沙茶帮你准备好了，然后吃羹必要的这个黑醋也准备好了。沙茶可以自己加，这一点真的很棒，因为蛮多人喜欢吃那种很浓很浓的沙茶。对啊，我也是。一下它的根，我好像比较少知道花枝根有这么大块的角，对不对？这应该是花枝 and 根，就是花枝跟根这样子。我刚刚先吃了一口角，再吃了一块这个身体的部分，它角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鱿鱼的那种脆感的。那这个呢，它就是像花枝烧一样，你可以吃到那种厚实啊，有点软的那种部分。吃到这个花枝啊，就会感觉到你好像到什么港边的摊子，然后买那种超级新鲜的花枝，然后一整盒，这样咬下去那种快感，完全都是花枝的肉，完全不带一点那种鱼浆，超值得的，真的。哦，来加一点醋。加了醋之后有更升级吗？对，它层次感的确就会不同。但我觉得，因为羹那么大一碗啊，你如果从头喝到尾都是那么的甜，你可能真的会觉得蛮腻的。然后有一些调料让你去改变它的这个口感啊、味道层次，真的是蛮棒的。一下哦，还补一下沙茶。其实原本的味道就很够了，但是就是想试试看各种层次的感觉，有没有太多一点？加了沙茶之后也是很不错，可是这就是看个人喜好。那我会建议说，一碗汤上来的时候呢，你先喝原味，什么都不要动，调料之后再加。这间是阿波伯杨桃冰60年老店。那我们上次呢拍64年哦，64年。我们上次拍成都杨桃冰的时候，其实跟阿波伯之间呢做了一个拉扯。那我们最后还是选了离我们当时位置比较近的成都杨桃冰，所以我们今天来吃阿波伯。这一碗是桃凤冰，里面呢就是会有杨桃，然后会有凤梨，超丰富的，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料。好，我赶快吃，再不吃都融化了。其实，在夏天我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吃剉冰啊，因为那些糖水啊，还有粉圆啊那些淀粉类的东西，它在后来又会转化成热能，没有比较消暑，反而是这种古早味的啊清凉的东西消暑解渴。今天的这个杨桃冰我超爱的，因为它里面的冰是那种片状的剉冰，这种真的是很古早味，你是很难找得到。重点是它里面的果肉超多的，对，很大。你看到这个，你整个人心情都开心了起来。在这边吃非常棒，老板娘说还可以加冰。来吃一下凤梨。怎么样呢？它凤梨啊，吃到尾段啊，还是非常的甜，就是那种糖渍的感觉。可是因为凤梨本身有一点果酸香嘛，又把它中和掉，就变得反正很好吃啦。不知道怎么讲，然后就说反正好好吃，很好吃啊，不然好难对啊形容，，就是真的很好吃。对啊，来吃一下杨桃这。个是无敌星星，等下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样？如果不喜欢吃太甜的话，杨桃是比凤梨更不甜的，然后蒜味又更多了一点点。刚刚老板跟我说啊，会不会太酸或太甜，都是现场可以跟他调整一下，他会帮你加酸一点，然后甜一点这样子的。所以你们要记住哦，喜欢吃酸的话呢，点杨桃；偏甜的话呢，就点凤梨。杨桃还有一点偏咸咸的，这一间我好喜欢哦，好好吃哦。很喜欢这个扎实的果肉，然后在你嘴巴里面冰冰凉凉，这样咬下去爆开的感觉。失败，果然失败了吧？不会，终于成功了。
这边是杨桃汁。那刚刚老板娘跟我们说，如果你想要喝汤多一点、肉少一点呢，就是点汁；那如果想要肉多一点、汤少一点的话呢，就是点冰。那这个我们点的杨桃汁呢，它汁里面是有带咸味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在夏天啊，尤其是你口很渴啊，或者是喉咙有点状况的时候，喝这个应该会非常的舒服。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后面这个。像我们之前有点喉咙痒痒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喝这个东西，就特别舒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粗吸管？所以你是可以吸得到果肉的。它里面把杨桃呢切成小块小块的。就是还有十全排骨，米其林必比登常常推荐。那这间呢，就是应该很少人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想吃啊，所以来吃一下。我跟你讲，我所有对于这种十全排骨的印象就是由它当基底了，所以我小时候最早吃到就是它了，而且我就觉得超好吃了。没错，我们今天点的是乐排。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想说，到底要点乐排还是排骨？排骨的话，肉会比较多，但是呢，香气就没有像乐排那么好吃。你不觉得乐排特别吃起来就是吃到那个骨头特别香、特别的爽吗？而且边边的这个肉会特别嫩。对，所以乐排还比较贵一点，所以肉少一些。这间店啊，我以前有朋友在这边打工，那通常你在哪边打工啊，都会特别恨那家店。可是没有，我那时候问说，吃一间什么好吃？他说就这一间啊，他自己在那边打工，他每天都被香到不行这样子。我刚来之前本来有点害怕，想说大夏天的为什么要来吃药炖排骨？结果来吃呢，就发现它吃起来并没有燥热感啊。然后再后来才看到说，它好像四季啊会稍微调整一下不同的配方，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吃，不会那么燥热。我跟你讲啦，我以前都是夏天来吃，因为吃完的时候反而有一种解燥热的感觉。这一块特别好吃，然后沾上汤超好吃。不好意思，它是我的。好，你一口把它吃掉，真的超棒了。还有了汤头又浓郁又清甜，我的第一家印象应该就是这一间，然后现在在外面吃了一圈又回来吃这一间呢，觉得它的汤头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浓厚。刚刚你还叫我说不要点面线，但是我就是记得它面线很好吃，而且我以前都会点一个小小卤肉饭，但是因为我们最近吃过太多强的卤肉饭，然后吃面线。不过我现在一直在笑，就是说刚刚我们在拍那个画面的时候啊，这个面线大概比现在是就是这个碗的大概一半而已，然后现在膨胀到快要满起来了。对，赶快吃，赶快吃。对。我们放了一阵子了，还是很好吃它就是吸饱了汤汁，但面线又不会过于太烂。那它在这个里面有两种香甜，一是它药炖排骨这个汤的香甜，另外是酱油膏的香甜，混合在一起，非常的好吃。女生来吃这个好，晚上可能用得到。你到底拆散了多少的情侣？不是拆散，他们会拆散的非常多，因为他们后来不是情侣，是夫妻啊。这家是中家上海生煎包，我们拍这间呢，一定会有人讲说这家谁不知道拍干嘛？可是没拍的时候，大家就在留言区就一直讲。为了要证明我们吃过，所以要拍给大家看。谁没吃过？我高中就吃到现在。这好好吃哦。对啊。这一颗是什么口味？不知道，咬了才知道。一些知道的观众应该知道，上面有芝麻。肉包。有芝麻的就是鲜肉的。好，挤一下汤汁给大家看，汤汁也算蛮多的。好，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啊？这个面皮啊，它是老面的，所以吃起来特别 Q。然后底部呢，它不像一般的会煎到很脆，就是稍微薄薄的，有一点恰恰这样子而已。对，但是它还是保有它原本面皮的那种弹性。对，然后再来是它的内馅呢，多汁不油腻，而且很香甜。它的酱油膏是带甜的，有些人会很喜欢，像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带甜的酱油膏。这个大概也是我生煎包的人生初体验。那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已经吃到这么高峰了。后面的话，有时候吃到有些生煎包，有就会说还好。我们的标准会偏严格。
这一颗没有芝麻的，就是高丽菜，大家认清楚啊。哇，它这里面高丽菜看起来很像炒的那种高丽菜，有没有？对，其实我吃它高丽菜包的频率呢是比肉包还要更多的。他们家的高丽菜包很清甜，所以当你在吃很多那种口味重的东西之后呢，你吃这个反而会觉得蛮解腻的。我以前都是会约朋友一起买，然后每次大家总和呢买下来的数量，高丽菜包永远都是比肉包还要多颗。我跟大家讲啦，如果你经过这边啊，然后没有人排队，就赶快来买一颗试试看，你应该会多买几颗啊。这一家是浮夸海鲜冻，今天是松山在地10年资历的这个 YouTuber， 然后加上最近也经营 FB 啊，然后狮子兰恩先生，感谢他今天会帮我们推荐好几间店这样子，他等下接小孩就会消失一下这样。对，那其实跟秋啊也认识一阵子了，但是以往啊都在网络上交友，今天终于啊见到本人了这样。今天是见网友的概念。对，见网友。没错。为什么你会带初次见面的我们来吃这一家店呢？就想说啊，最近的天气有点热，想要来吃一点就是那种比较冰凉的东西，像冻饭啊，然后比较容易开胃啦。那尤其这一间呢，因为它在巷子里面，那这间我其实存很久，但是我从来没来吃过啦。但是我觉得说开在巷子里面的这种东西难找的店呢，基本上就是美食店。我刚刚被这个 CP 值吓到了，有介绍给很会大家看。推，厉害。我们点冻饭都会先上来一碗，这个叫做浮夸味噌汤，真的有够浮夸的。它就是你形容的没有错，它真的像小火锅一样。然后你看里面的这个鲑鱼这么大一片，然后料是很多的，虾子、蛤蜊都有。这是副餐哦，不是说主餐就这样。里面真的很多东西耶。这碗虽然是味噌汤，你看起来也是味噌汤，但喝下去是满满的海鲜味。那个味噌的那种特色啊，反而没有凸显到非常的多。可是呢，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汤。位置给这个海鲜的。对，我觉得是因为海鲜太多了。它这个商品的内容蛮对得起它的店名的，像这个是刺身神河冻，然后刺身圣河冻，那现在是商业午餐的价格，它是这样的内容280，然后这个是梦幻彩虹冻380，而且这不是只有单冻的价格，还有加上这个。对，这是附赠的。我觉得CP值很可以，超厉害的。你初次看到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其实夸张吗？我是觉得蛮夸张的，因为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啊没有个那种400-500-600跑不掉啦，因为这是民生社区，真的外围了。如果你让我猜，就随便一盆都是4-5块起跳的。你看到这冻饭这个组合出场啊，甜虾，然后这边有干贝鲍鱼，超厉害的，在外面没有多个几百块的话，是不可能请得到他们出场的。我刚吃一口醋饭，我有吓到，因为我挖了这个区块呢，它有紫苏的香味。那我后来发现应该是这个东西是一个腌菜，但我目前看不出它的原型是什么。然后沾染到饭的味道，所以使饭呢产生了紫苏的香味。就看到凶手了，紫苏叶在这里啊，难怪整个饭都是它的香味。帮我们大家试一下这个甜虾啊！哇，很大一只，很肥。这个一只不便宜耶，我们常常到渔港去买这一只。怎么办？你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频道就这么讨厌？观众半夜会恨你这样。很甜，然后呢很鲜，因为很欠揍这样。
刚刚看这块花枝，就是一直觊觎它，因为这一块真的是超光亮的，你要很新鲜的花枝才会有这种色泽，而且它还稍微炙烧过了，看起来超香的。我觉得它这一盘啊很棒，就是那种经典海鲜冻，然后每一个什么海蛎啊，然后鲑鱼啊、虾软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就是最经典口味的话，点这一个绝对不会错。这一份是梦幻彩虹冻啊！你看这个阵容真的是蛮梦幻的，不是鲑鱼卵，然后跟鲍鱼还有干贝。那它的底下呢，基本上是散寿司，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像这个应该是炙烧鲔鱼啊、鲑鱼等等的这个鱼种。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这种海鲜冻的话，就是莱恩的那一种。那如果你喜欢吃散寿司的样子，我觉得这一个蛮推的。我们一般冻饭的配料呢，你能看到1、2种，比如说玉子啊，然后有一点小菜啊，就已经很不得了了。可是我随便数一数，它有3、4种像这个玉子，然后这个海菜2，然后3、4。哇，这些 CP 值爆表的，推。是鳕鱼干沙拉200块，可是鱼干真的还蛮多的哦，然后做成一个比较西式的摆盘的样子，那里面还是和风沙拉啦。它的鳕鱼干跟我一般吃到的口感好像有点不一样，我不确定，也许我是因为吃到比较旁边的位置，它整个就是没有那种粉粉的感觉。我们一般吃到鳕鱼干，虽然说外面是柔软的，可是中间还是会有粉粉的。那一般平价的冻饭店呢，它的这种鱼料啊，如果它有带筋的部分啊，他们不会有做特别的处理，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它很细心啊，把那个筋的部分啊都有做断过了。又转回来了，我刚刚挖了一块中间的部分，再怎么吃也还是很光滑的，不会像你吃到一些比较干的那种猪肝，有没有？猪肝一定吃过吧？它就是中间会粉粉的，可是没有，它超级光滑。这超邪恶！我也要来让你们恨我一下。巨推，这一间真的超推。它腌制的很够味，然后再加上鲑鱼卵，整个味道变得超级浓郁，一定要这样试试看。马澳那边的厉害吗？听说这一家你很常吃，对不对？这一间呢，我偶尔会来吃啊。那是因为它开到啊，就是比较下午到3点嘛。那有时候可能要过1、2点之后啊，没什么东西可以吃。那来这间呢，就准没错。这一家叫做齐家蒸饺，我声音不敢太大声，因为整间店现在安静的像 K 书中心一样。然后刚这个一上来，我们全部是惊讶，我说哇，这个太厉害了，根本就是鼎泰丰的卖相。然后你说什么？我说比鼎泰丰厉害啊！你再说一次。比鼎泰丰厉害。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说的。来吃吃看哦，吃吃看哦。很厉害呀、它直接一只一只的鲜虾塞进去，不是那种 QQ 虾哦，很厉害。它的皮酱看起来透明的，其实我觉得吃起来蛮像烧麦的，而且是很品质很好的烧麦。然后这样子虾子一整只，肉馅也蛮鲜甜的。这一笼我觉得130是便宜的，对我来说啦。你不要看它这样哦，里面蕴含着肉汁，然后呢，但是不会油腻。吃起来的口感啊，肉馅啊，有点像是肉圆，然后跟那个烧麦中间那种口感很扎实。啊，我今天终于有别人讲了，对，而且讲的还蛮好的。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这样职业，而且平常都他一个人在讲的。有事哦。
这个不用猜，从外皮一看就知道是韭菜。那它的外皮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很像烧麦的感觉。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种东西，我觉得不仅是好吃的程度啦，就连它的独特性呢也是很强的。如果你喜欢吃韭菜口味的话，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道。那它的韭菜其实还蛮鲜甜的。我们刚刚讲说鲜虾的是135嘛，那个韭菜的是85块钱。那很多用机器包的就已经是这个价钱了，那它用手工，而且还包得这么好，才85块。超级好吃的那种蒸饺。你为什么要迟疑？你是不是差点说它是烧麦？对，没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怎样？就是我们都还没有沾酱。对，它好吃到都没有沾酱，你都会忘记要沾酱。它好吃到这样子。没错没错，很鲜。它的酱给大家看一下。好，它的酱超多葱的。你平常有沾酱吗？我平常会沾酱，然后我刚刚有在加一点白醋。超多葱的应该是他加很多吧？没有，是原本它里面酱就是这样。它一盘一盘就盛好了，是这样子。不是，它的酱汁里面就是这样子。我懂。但我只是多加一点白醋，就舀起来这样。嗯。它的酱油厉害哦，另外一个层次，而且莱恩说要加一点醋，这是它的秘技。这是他调的，所以一定好吃的。真的。这家是秋季凉面，在附近是人气店家，每到用餐时间呢都会排队。那因为天气太热了，我们第一家先来吃个凉面，凉快一下。这凉面超好吃的，口感很结实，吃起来有点像是比较硬的那种日式拉面。然后再来是它的麻酱呢，虽然说很浓郁，可是它跟酱汁混在一起之后呢，你放到嘴巴里，它不会在嘴巴里面结成块。它的酱油呢是比较淡口的，我觉得尝起来有点鲜味，有点类似像煎鱼酱油那种感觉。我觉得它的酱油没有这么的重啊，就是为了让出来给这个麻酱的味道，它的麻酱非常的香，我们两个很喜欢哎。面的温度也掌握得非常好，一般来说不是太冰就是不冰，可是它吃起来呢，就是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感觉，爽口，很好吃，很好吃。它整个酱汁比例调配得很好，每一口面呢都可以扒得到麻酱，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又不会整坨麻酱在你的嘴巴里面化不开的感觉，口味也不会过重，超棒。这一瓶是花椒油，老板说这个会麻，但是不会辣，所以我们想要来加进去试试看。对，先一口一汤匙，如果太麻太辣的话，还可以挽救。很特别，我第一次看到可以加那个花椒油的。我们很安心的加下去，因为会麻不会辣，对不对？没错，完全不会辣，加下去之后麻麻的那种感觉啊，还有带一点香气，我觉得真的是超棒的。喜欢那种麻的口感的人要来试试看。他只敢吃麻，不敢吃辣，所以吃到这种都很开心。还有芥末，听说加上去很棒，试试看。这倒是一个没有尝试过的新鲜吃法，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加了花椒油下去了，再加芥末，它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我觉得主要还是给它增加一点辛辣度吧，只是这样子而已。我觉得加那花椒真的超好吃，是我目前心目中第一名的了。我很想问老板说，你有没有在卖花椒油？再喝一下味噌汤加上蛋花，这个蛋花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加，因为它加进去之后会让整个汤的滑顺感又更增加了一些。那整体来说呢，这个味噌汤算是非常浓厚的一碗，比起外面的来说呢，我觉得咸度是多了些，甚至我觉得在里面加面下去煮都是可以的。可是它那个咸度啊，会吃到浓浓的那种柴鱼的香味，很好吃。可是其实它刚刚一上来的时候，我有看到一点超级厉害。你看我这个蛋已经放了那么久了，它还是很滑顺。它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半熟，就是看起来超诱人的。建议蛋花一定要点起来。我跟你讲，我们家有这种铁碗，知道它是非常隔热的。可是呢，它汤上来的时候是连这个铁碗都是有点烫到你没有办法触摸超过3秒钟。所以你喜欢喝烫的汤的人呢，一定要来这一家。不喜欢的话就放久一点。这家凉面呢，因为花椒油的关系，被我们独立在所有的凉面之外，给它一个独特的地位，超棒。我跟你讲，它的汤也超棒，目前我心目中第一，台北啦，我自己啦。
是一流二式塑胶面，非常的好吃，是我们私底下呢常常会到中山店那边去吃。那吃着吃着呢，就是跟老板就变成朋友了。那我们知道说这间店呢，它有2个在中山店吃不到的品项，今天来到这附近就特地来尝尝看。这是日式麻婆豆腐饭，他们家的麻超级好吃的。哎，赶快，我们先吃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中间有一颗半熟蛋，要把它戳破这样子。我现在要戳这个蛋，哇！可是我们拍太久了，整个蛋黄都已经干掉了，所以劝大家这个蛋上来之后呢，一定要赶快开始吃啊！不要像我们一直拍照。哇，这个麻婆豆腐非常的好吃。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便当店啊，日常生活中是很容易吃到麻婆豆腐的，可是你吃不到这样味道、这样等级的。首先就是因为他们家的花椒非常的香，建议他们家有花椒的品项都全部给它吃一轮。我们会这么喜欢这家店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口味很平衡。像这个麻婆豆腐呢，它就是会有一些麻香，可是呢口味不会过辣过咸。那像我这种很怕辣的人呢，吃起来也会觉得非常的顺口。然后有些人怕麻太麻的酸舌头的，他也不会到这个地步。可是能够让你每一个地方都潜藏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是我们最喜欢这间店的原因。这一道虽然主角是豆腐，可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猪脚肉，所以你吃下去也不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吃到肉的那种匮乏感。这整碗除了豆腐的口味之外啊，还有一项很让我惊艳，就是它的饭。这个饭呢，它粒粒分明，而且弹性超好的，就是基本上应该是日本米无误了吧。这是肥牛酸白菜汤面，我觉得一样，就是整体来说非常的平衡，要做到这一点蛮难得的，因为它所有的麻酸都在那个就是很微妙的位置上面，不会多过1分。我觉得这个冬天来吃上一碗的话，一定会非常的爽。然后再加上啊，它的牛肉真的是肥滋滋的，像我这种喜欢吃五花肉的人，这一碗又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它的面呢，整体来说是非常的滑溜，有弹性。像我们已经泡了这么久，它的弹性还是保持的非常的好，完全没有什么糊掉的感觉。这酸白菜超厉害，很够味。如果你是外带这个汤回去的话，我觉得这个酸白菜还能再煮一锅火锅的感觉。这一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精致，但其实它是很实在的，因为肉量其实是蛮不少的我们加购了2个套餐，每一个套餐就是1份小菜加上1杯饮料。那套餐呢，就是在另外加89块钱。我觉得这样的价格呢，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内容，其实是还蛮经济实惠的，并不会说像它这个店的外表看起来好像走进来要花蛮多钱才能出去的感觉。这是椒麻脆皮炸鸡翅，虽然说外表看起来蛮像泰式酱，但其实它的酸味跟辣味没有那么多，反而取而代之的是甜味。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是我妈在家里弄的那一种加蜂蜜的炸鸡翅的感觉。这道是川味伤心凉粉，伤心的意思呢就是有辣。那他们还有另外一道是叫做开心凉粉，用的是麻酱而已。这个辣呢，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到非常的辣，反而是可以吃到满满的坚果香气。这凉粉非常的出色，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眷村菜经典眷村菜里面会吃到那种绿豆粉的口感。我们现在来到店后面一个半户外的区域喝饮料，蛮神奇的。这间店呢，它原来是一个49年历史的老房子。那老板他们也是因为看上后面这边有一块天井啊，所以才承租下来做大大的改造。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个很酷的东西。一流二室的门口以前也是长这个样子，这是2间一模一样的格局。那他们在这个就是进驻之后呢，把这个门板整个拆下来，当成他们的桌面，所以大家都来用餐，可以仔细看一下它的桌子，其实是这个老门板做成的，超好玩的。好酷，好酷。是蔡家班水煎包，主要是因为我刚刚骑车经过，这边原本有排2间店，然后它都卖完了，然后我就看，怎么人那么多？我就查了一下，评价非常的好。虽然说是那个连锁店啊，但是评论里面有人就说他觉得这是他台北吃到前几名好吃的，我们就来吃吃看吧。好。这水煎包蛮特别的。首先呢，它外面的皮啊很薄，是老面，
然后呢，正反面都有稍微煎一点。然后你看哦，我的手是可以直接这样摸上去的，一点点水、一点点油都不会沾到你的手。然后里面的高丽菜呢，很清甜。你刚刚说有猪油的香气，对，有猪油香气，那一吃就吃得出来，很有出色哎。对，它淡淡的撒了一点胡椒粉，我们还没加酱啊，我们先吃一下它的原味。对，我先跟大家讲，它的那个高丽菜啊是有正反两极啊，所以我们很喜欢吃就是高丽菜脆脆的，但有一些人就不喜欢吃高丽菜脆脆的，所以它是属于高丽菜脆的那一种。看到评论上有人说他喜欢不要加酱的，然后他甚至是带回家了，再用电锅啊去把它煎过，他觉得更脆更好吃，所以我们就也来试试看不要加酱，发现说那个高丽菜的清甜非常的明显，很喜欢。它这样就已经很好吃，我完全没有想要加酱的欲望，外观完全分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先吃了再说。鲜肉的，大家咬下去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呢，我稍微挤一下呢，我可以从边缘看到那个汤汁整个冒上来的感觉。如果现在有一只汤匙，你们就知道我会做什么事情了。天啊，我吃了，我觉得超好吃，你看，根本就是薄皮版的那种汤汁馅饼，对啊，很好吃，这边很出色哎。一般来说，水煎包我会喜欢吃菜包大过于肉包，因为肉包大部分都会比较油腻一点，但是这个它的肉跟汤汁来说呢，都是非常鲜甜，完全不油腻的。我跟你讲，它这一间真的完全不用加酱，就很够味了。我觉得你去加酱，对老板就是一种侮辱了，真的。而且我跟你讲，你加了酱可能会覆盖掉它原本那些肉汁的鲜甜，跟刚刚高丽菜原味的鲜甜。这个比起士林的那个上海那个什么生煎包啊，那个我很喜欢吃哦，我觉得这个更好吃，真的，这个真的很好吃。最后我想讲一下，就是很多说它评论不好的地方啊，就是说它涨了5块，从15块变20块。可是你看它这里面的馅，其实非常非常的饱满，它一颗也不小而且薄皮。如果把它当成馅饼来吃的话，20块我觉得蛮便宜啊。很好吃，很好吃，大家吃吃看。如果不在意20块的话，我不在意，我觉得超过这个价值。味有招，我们之前呢在万华附近呢吃最强名单的时候，网友说那个还不够强，这个才是最强的。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一碗看起来精致度都非常高，首先是我觉得它的米粒跟汤水的比例掌握的非常好，不会太多不会太少。再来是米粒啊，已经熬成这样，但还是粒粒饱满的感觉。然后呢，它整个汤的调味呢不会太咸，不会太淡，我觉得拿来配小菜是非常刚好。再来是它的豆腐啊，还有肉粒的口感也都非常的好。整体来说，我觉得是我们今年吃过最好吃的咸粥了。咸粥这一项品项，这是脆皮红烧肉，我们来吃吃看。上次有人说粥加的不够看，但它其实炸起来的样子不太一样，对不对？对，这个看起来还是就是比较精致一点，可是呢，可能搞不好有人觉得这样的分量，那个价钱会觉得有点高。它吃起来带点微微的甜味，冷掉的话呢，也是很好吃，完全不会显得油腻，然后吃得到一点点那种黏黏的感觉，我觉得比较像港式的叉烧我觉得极为出色其实我们吃到刘美丽啊，然后上次周家都非常出色，而且每一家是稍微不一样，可是都非常值得一试。沾个酱看看，它沾的酱竟然比不沾酱还要更清爽，蛮有趣的。这红烧肉的炸粉还蛮特别的，比较像炸排骨啊，裹得比较薄一点点。那另外呢，我们吃过的2家红烧肉呢，它的炸皮都比较像派克鸡排那样。然后大部分一般就是像那种传统鸡排，然后有一点一粒粒白白的那一种，我觉得都很值得一试我咬这一口，我眼泪快要掉下来，因为我开始想到阿嬷，因为我阿嬷非常喜欢做鸡卷，那我在外面真的没有吃过比她好吃的鸡卷，可是这个口味真的跟阿嬷做的好像。我都快哭出来了，真的。鸡卷的比例抓得非常好，它里面有荸荠增加它的水分。那因为我们之前在家里自己尝试做过，如果你的水分太多的话，它的鸡卷也是没有办法成型的，所以比例真的要抓得非常刚好，才可以吃到这种就是水润，然后又整个形状很漂亮的样子。它的皮啊其实是很薄的，然后很像糯米这样子。你看它炸到有点像糯糯的感觉，其实吃起来口感超好，有一点点小小的粘牙，很棒。觉得这间店应该是台北必吃的非常的出色的。基本上唯一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冷气，然后场地比较小一点，其他我觉得哇都90几分吧。
这个是手工刀削冰，很多人从小吃到大，它超特别的。我第一次看到是一块大冰块，然后用凿子这样唰，把它变成一碗冰的耶。对啊，我听很多人就说推荐，这其实我之前查到，但每一次都没吃到。我觉得在它旁边看它的制作过程啊，也蛮疗愈的。但是呢，它刚在我眼前呢加了香蕉油下去，我完全没料到有这一招。好啦，这碗又大部分是你的了。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所以都会跟我们推荐说它是全年门口的这样子。刚刚阿北问我说你要加什么料啊？因为我一幕这样子看过去，就是没有办法知道说它到底有什么东西。我说全加。它这个粉条超酷的，很细条，对不对？看起来很像什么米粉汤，对，冬粉没错。它里面呢有凤梨啊、花豆、绿豆，还有这个小颗的，又像西米露的粉圆。你刚刚跟我讲说你要加什么料，我就想到以前一首歌，那个你要加这么料。我敢确定它一定是老店。我们之前吃过一间100年老店的那个粉圆冰，它完全一样，而且里面就是香蕉油配上凤梨。从这个角度会以为你在吃什么热的东西啊，冬粉之类的，一看就是冰这样子。我刚刚讲那个意大利，它也是这种大小颗的冰，应该也都是用歘的，不是那个机器的，是手扣这样子的。它整体的甜味并没有调得很甜，所以再加上香蕉油下去啊，就多了一点香甜的感觉。我反而是还蛮能接受的这一家。我觉得这个香蕉油很好吃哦，如果你有不敢吃的话，可以尝试这一间的看看。这间非常好吃哦。我刚刚就问老板说，为什么你们的粉条特别的细？他说这是纯手工的才有这样子。比较粗的话，那一定都是机器做的。然后他说他们其实从日治时代的时候就有了，连器具啊都是一直从那时候用到现在。太厉害了，一定要。我们现在在排皇家香肠，没有想到香肠，然后面线可以排成这个样子。在这个都市里面，既然有香肠要排成这样。刚来的路上，我还想说为什么要特别为了吃香肠跑去哪一家店？结果刚刚看到一台保姆车，然后载了一团韩国人下来，这好像有点意思哦。不过我对香肠研究是很透彻的，所以有没有算是值得这样排呢？试试看，等下跟大家讲。大吊。我们排了大概10到15分钟就排到了。本来呢只想买一只，可是因为都排了那么久了，不买2只怎么对得起自己？我跟你讲，如果排到1只，然后觉得很好吃，你会超后悔的。我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它到底有多好吃。就是我们在排队的这10几分钟里面呢，警察已经来过2次了，3轮了，来赶违停的。对，吃一口完全就可以理解了。它的那个酒甜香啊，是一般香肠的可能5、6倍之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强的香肠。我跟你讲，它里面的肉感非常的好，然后肥瘦比例，它的肥肉应该有40%左右，然后它的肉啊，瘦肉部分其实是非常有弹性，所以你咬感的时候咬下去很爽，会有喷汁的那种感觉。其实它就是那种一眼看就会觉得它非常好吃的香肠，而且它照顾的非常的仔细，那种有胶的地方它其实都有把它剪掉。我觉得他们做法非常的厉害。一开始他们用机器啊，然后滚动这个香肠，先让香肠大概的熟，然后之后呢，到另外一边再去人工去烤，然后下面有放很多碳，所以你在这个表皮啊，可以吃到很香的碳香味。我到后段啊，会觉得说很像那种蜜汁肉干的感觉。对，然后我跟你讲，它的皮其实稍薄，所以它很容易就会裂掉。可是这种皮吃起来就会特别的脆，皮也会特别香。刚排到门口的时候，因为店里面烟雾弥漫啊，风扇把那个烟雾吹出来，再加上有点水汽，整个很像在做那种酒精的蒸汽浴，你知道吗？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那个肥肉块，哇，非常爽哦！喜欢这种肥肉块，绝对不能错过。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香肠是完全不要戳洞啊，不要去割，然后让它汤汁留在里面，然后去会爆浆的那种。但基本上没有一家香肠店可以做到这样，因为它光烤那一只就要很辛苦了。那我如果自己烤，我会这样烤。不过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极为出色的一间，值得来排一下。你可以买生的回去烤。真的很好吃啊！这边一定要来吃。跟大家讲最后一句劝告，不要只买个2只，多买几只，买一大堆生的买回家烤也都行。
哦，这蒜头其实是可以让你加到爆的哦，超爽的，还剥好的，啊，当然也有没剥好的。这间是阿南麻油鸡，我们现在来到南机场夜市的范围。那每次来到这边，观众都会说，为什么你没有去吃那一间？啊，这不就来了，来试试看吧。我们今天点的是麻油腰子汤。其实之前来没有吃到，通常都是因为可能我们差不多要回家，或者吃超饱了这样，因为它比较晚开，我们要回家顾小孩。不要问我为什么点麻油腰子汤，纯粹是因为我现在腰很酸，没有啦，这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以形补形，我的心情而已。它的腰子好嫩，好嫩，真的好新鲜哦。对，然后现在是你们今天如果一路看影片过来就知道今天非常的热，可是我现在喝麻油汤，它非常的清甜一点都不会燥热。我现在已经有一点职业病，就是吃到很新鲜的，比如说猪肉啊、内脏，我就会想到，早上这只猪可能还活蹦乱跳这样。我以为你会说什么眼睛会为之一亮之类的。没有，我现在都比较地狱一点。这个汤呢，并不是完全麻油的暴击，它的麻油没有加到非常的重，反而是它的这个大骨汤啊，再加上一些麻油去柔和它，变得比较像是比较奶感一点的，对不对？很奇怪，它明明没有加奶。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说，它这个大骨已经熬到有点乳白色，然后加上它这个麻油，两个混在一起，其实是一种很柔和的那种麻油味道，很香甜呐。这个腰子非常的出色，有些腰子它弄不好的话，会有一点咬到筋的感觉，但它完全没有，非常非常柔嫩。我跟你讲，新鲜的东西啊，像那个套 Q， 对不对？这都是有一点点粘牙感的，对不对？对，我不知道我们讲那么多是粘牙感，观众到底听不听得懂？但是如果你真的吃到那种很新鲜的东西，它就是会有这种。然后那种什么腥味那种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很新鲜，完全没有。好推这个它的腰子哦，刻画很漂亮。可是应该会有观众说啊，你明明吃它的鸡肉，我们下次再吃好了，不然我们要拍什么，对不对？老板现蒸臭豆腐，这间也是观众推荐的，而且是米其林必比登。那评论里面有人说呢，它是素食者的小吃天堂。其实有观众说啊，你们可不可以拍一点素食？这不就来了？你有必要这么夸张吗？它从里到外都很臭，但是吃起来又很香，怎么有这么矛盾的东西？臭豆腐就是要到这种境界才叫好吃的臭豆腐。我觉得它还蛮扎实，而且看起来孔洞还蛮多的。我有一种来到深坑老街的感觉，因为我上次在深坑老街的餐厅里面吃到的那个什么红烧啊，或是清蒸的臭豆腐，就长这种样子。其实它虽然是素食，可是你整个上桌的时候啊，你不会感觉到它是那种素食会跟一些菜味的那种恐怕感。我第一口不是先吃豆腐，先喝汤，从汤里面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臭豆腐的臭味，那种香味都有，很厉害。我来推荐大家一个吃法，就是正常的豆腐，对不对？然后捞一口汤，然后把它倒进它这个孔洞里面，倒进去，然后赶快吃，赶快吃，整个一口放到嘴巴里面，你没有一口。不是这样很好吃啊！对，我跟你讲，整个豆腐跟汤会在你嘴巴里面爆开，超级好吃。而且我跟你讲，它这个豆腐本身啊，也是那种豆味香浓、很绵密、很细致的。吃过花莲玉里臭豆腐呢，知道说九层塔其实跟臭豆腐非常的搭，可是真的这样做的人呢很少。我们终于又看到了第二家是这样做的，大家一定要这样一起试试看。哦，它的香菇卤的好好吃哦，害我开始有点想要尝试其他的东西。而且它还蛮适合配面的，你真的不会觉得你是在吃素的那种恐怕感。对，那种精致度啊，非常的爽，绝对是可以端上台面的那种菜。我们吃完观众推荐的臭老板之后，发现呢，评论里面也有很多人推荐管面，所以呢，我们下次再来试试看这一间，看看比较起来如何。其实我们是先刷中正区、万华区这一带的评论，然后后来发现，南机场上次有人说，要吃管面这样，不过下次再来好了。夫妻饭庄每次都排超多人的，然后我们每次吃到这边呢，就是已经太饱了。以后第一个吃它。
喜欢吃豆腐虾米。好。这间是江浙四海点心挂号包子店，它在店名上面已经告诉你它的招牌是什么了，蛮贴心的。可是呢，有时候店家写说它的招牌是什么，可是我们反而觉得，别的东西更好吃。那我们来吃看它的包子到底好不好吃。没有，原本我以为人家是要提醒说，这边只有卖包子，竟然还是有卖点心这样子。好，我们吃看。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薄面。先告诉大家，你的认知要正确，就是它是小笼包，不是小笼汤包。所以你不要想说，你怎么没有吃到你想象中的样子？那它的皮超好吃的老面皮，然后在小笼包里面，我觉得皮算薄的了。那里面的肉啊，你看那个比例哦，大概是9:1吧，跟皮的比例。然后汤汁非常的含在肉里面。我跟你讲，我刚刚吃到这一个，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它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这种小笼包。我觉得它的内馅不只是咸香，我觉得应该讲鲜香哦，会更准确一点。我跟你讲，鲜香、甜香，然后油香都很足，超好吃哎！这小笼包完全不需要沾酱，一来是它的咸度已经非常的够了，二来是你沾酱会破坏它的面皮的那种感觉。我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舌头先抿一下它那个包子，那个包子的口感很特别，一般我们是几乎吃不到这个口感的，很棒。这盘是木须炒面，跟你讲，我们刚刚想象就是它来应该是刀削面，结果来的是这种面条，可是吃起来呢就觉得哇，那个喜爱的程度完全不输刀削面，因为它超级弹的，很像比较细版的乌龙面的感觉。我跟你讲，它整个炒的滑滑的，然后蛋又炒得很香，哇，面香跟那个蛋香啊混在一起，真的是受不了好好吃哦。我们看进来的每一组客人几乎都有点炒面，然后问老板说，你们推荐什么？他们也是说炒面。那它的分量真的还蛮大，一盘的90块钱，目前90块钱啦。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在这个地区的话，一个人吃的话饱到天边去。刚刚小笼包也是一整笼，然后10个100块，我觉得也是很划算的。这颗呢是雪菜包，他们店里面有雪菜肉包跟雪菜包，那雪菜包里面呢还有包笋丝，笋块吧。然后呢，这个雪菜包它保留了它整个包子面皮的最大优点，很干爽。然后这个面皮是老面，很好吃。重点是啊，它这个雪菜里面有特殊的茶香，让整个包子呢吃起来有非常就是微妙的清新感。其实那不是茶香，就是雪菜很好吃的那种香味，雪菜特殊的香气，而且里面的内馅完全不油，真的是每一个东西都好吃，虽然是分开来吃都很好吃。大家看到我眉毛了吧？这颗豆沙包超级销魂的，因为我看到评论，人家说是他心目中第1名的豆沙包。我跟你讲，它也是我第1名的。我现在来试试看会不会变我第1名。它这个豆沙啊，细致绵密到很像是那种你喝红豆沙、绿豆沙那种豆沙，完全一点阻碍物都没有的。然后我觉得那个细致的程度哦，我觉得跟和果子有得拼哦。而且我觉得一样的重点就是很凸显它那个面皮好吃，真的。它每一个内馅啊都有去搭配它的面皮。我想要外带回家，再多买几颗。可以，你可以买回家，我也会吃。这一间是黄龙庄，我们进来看菜单的时候，先是被价格有点吓到，说这种价格上来的东西必须要很厉害才行吧。然后结果呢，哇，上来的时候被这碗油豆腐细粉吓到了。评论有人说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油豆腐细粉。首先呢，这个汤啊，这是超级鲜美的。然后再来呢，里面你看这个油豆腐啊，非常的不一般。油豆腐基本上已经不是市场面摊的层次了，非常的细致，让人会觉得说啊，应该就是在那种日式乌龙面里面会吃到的东西。我觉得更胜的，而且它那个豆味好香哦。汤里面还有这叫做百叶卷，它是用千张呢把肉裹起来。这东西我以前在我们家的餐桌上有看到过，因为我妈蛮喜欢在南门市场去买那种就是熟食回家嘛。那这个就是会在南门市场里面看到的一些菜。前一阵子啊，很多人都在做那种低碳饮食啊，这就很适合，因为它就是
没有那种淀粉在里面。看到眉毛了，这个吃的一定会一直皱眉头，因为它的汤太好喝了，所以细粉的泡在汤里面吸满了汤汁，超级享受。然后这个细粉有够滑顺，真的有够好吃。这个细粉这样看起来很像鱼翅，有没有？你这样子一说，我觉得它汤的精致度不输给鱼翅汤。这个是苏式小汤包，它上来的时候呢是配一碗汤一起的，然后它的这个比例指一下，就是有够小颗的，只比我的拇指大一点点而已。真的是你要点了你才知道说，这么有趣的东西。然后你刚刚吃这一口怎么样？就是很鲜，虽然它这么小颗，可是里面还是充满了汤汁。除了直接吃之外，另外一种吃法呢，就是你可以舀一口汤包放上去，然后再加上蛋丝。然后再一口给它全部塞下去，这样。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心情转折。我刚开始点这粉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有点贵，我都觉得贵了，大家怎么可能会觉得贵？那可是呢，吃完之后就觉得，我一次可以吃到2种吃法，其实就觉得我是花那样的钱，然后点到2道菜的感觉。它这个吃法我觉得蛮精致的哦。你没有来吃，你真的不会想象到会是这样。你单吃啊是一种感觉，可是你加上汤了以后呢？它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因为这个汤真的也是蛮浓厚的。刚刚有问一下，他说是用鸡胸肉去熬的汤，完全里面都是超鲜的。它这样子多少钱？330。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体验很好，又有汤，你吃起来是满足的。昨晚上上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是蛋花汤，然后蛋花在哪里？明明就豆腐就捞上来，天哪，这是蛋丝然后而且还煎过的哦。这都是功夫啊。还有一些人呢，他会加一些酱油啊、香油等等的佐料，那加进去我们吃吃看是什么味道。最普通的就是加这些佐料的味道，建议大家配方吃真的不完全不一样。这是虾仁丝瓜汤包，你评论这样子拉下去呢，就几乎大家都有点的。那这个呢，哇，它的虾味非常的浓厚，我们放太久有点冷掉，是冷掉反而能够吃到它的面香跟那种老面的那种面香。我跟你讲，它不需要蘸酱，它里面那种鲜味就是非常的满。那因为我是很怕吃丝瓜的人，所以它一点那种丝瓜的菜味跟那种软烂感都没有，就是只有丝瓜的甜味而已。我觉得一些怕吃丝瓜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像有些妈妈不是会加一些胡萝卜在一些那种料理里面，把它掺进去，让它吃到那些营养。这个厉害。我研究出小汤包，我最喜欢的组合就是加一点姜丝，然后加一点香油，再加点醋这样吃。是我刚才跟他说加酱油，我跟你讲，加酱油真会普通，可是不加超厉害。我看到评论上也有人说这家是鼎泰丰的替代版，不过呢，我觉得价钱上面是差不多。那特色上面的话呢，这家我觉得好像比鼎泰丰还更强一点哦。我如果吃不到这一家，我会去吃鼎泰丰。鼎泰丰才是平替嘞，替代没有啦，都很不错。我觉得牛蒡茶也是餐桌上的重点之一，蛮多人很喜欢的。到南门市场里面的详记来，因为上次买了这里的鸡肉真的太好吃了，可是今天已经卖光光了。但是还好，我们还有脆皮烧肉可以吃。我超喜欢这个脆皮烧肉，上次你妈买回家，回去一吃我就知道是这一间了，超好吃的。你刚刚竟然问我帮我买这个红曲烧肉，我一直很想要吃这个烧肉，看起来超好吃，我都没吃过哎。等下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红曲烧肉，首先它的肉真的选得很好，香甜圆胜，然后再加上这个红曲呢，就是有淡淡的酒香气，吃起来真的是，就是你完全没办法放下来。如果之前来这边买的时候，我都没有吃到这个，很想吃，尤其是看它那个皮，但是我觉得它吃起来是皮有点湿掉，所以有点小小的失望，但是不减它里面肉好吃的那种鲜甜。它会不会原本就不是走一个脆皮路线的？有人有吃过吗？可以告诉我这个答案吗？不过有一个可能性，妈妈们可能都会买回去加工，再煎过啊、烤过之类的。不过我会想要把它放在自己煮的面上面。这脆皮烧肉一定要收音给大家听。所有这种脆皮烧肉，我就是最喜欢吃这一间。
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有去清迈嘛，然后有一间很有名的瓦罐烧肉，全清迈最好吃的。结果我吃到之后，我心里面还是一直在想念这一块烧肉。但是我当时有得到一个心得，就是我如果来南门市场买这个烧肉的时候呢，我要去地下室买一把九层塔上来配。我跟你讲，泰国人在弄这种脆皮烧肉的时候会用那个九层塔，超搭的，更好吃，大家可以试试看。这间是面线传奇，应该非常多人都知道，应该是很有名。那我们就是来吃个回味，因为我在附近上班，而且就是我以前都超常买给阿嬷吃的，每个礼拜都会吃一下。这碗是大众盒，我预判的预判，很多人一定会来留言说什么我从多少钱吃到多少钱，我也是从55块左右吧，吃到现在80块。大碗的。我们在外面吃过这么多面线再回来，觉得它的大肠还是有比一般的还要好吃哦。因为它虽然肥，但是你不会吃到过油，然后卤得很入味，没有腥味。里面的料其实蛮多的，我随便一捞，想要捞到没有料很难哎。面线的蚵通常都会裹一下粉，但可以看得出它原本是蛮大颗饱满的，很新鲜。我刚刚已经吃这么多蚵了，还有蚵。肉饺也是够惊艳的了，非常的柔软，然后它应该也是有稍稍的卤过，因为它的味道也是比面线还要重。我们一般吃到的肉饺大部分就是能够是处理的，就是口感软嫩就已经不错了。其实我觉得这间店它蛮符合必比登的那种条件，它其实必比登你会吃过很多间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符合所有大家在吃的那种口味的最大范围，那这种东西就会容易成为必比登。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成为必比登，但是我觉得蛮类似的。乌醋、蒜泥、辣油，你可以斟酌加。那我觉得它加下去之后呢，又变成另外一种层次了，怎么加都好吃。那我现在大环境来讲的话呢，整体物价都变得很贵了。可是这一碗80块来说，你每一口都吃到满满的料，我觉得算是很值得的。下港 A 羊肉专卖店，它里面什么羊都有卖，不管你是要炒的、炸的，或者是什么炖的炒的卤的都有，还有包括羊肉火锅，甚至还吃得到烤羊排，然后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羊肉羊的内脏也是有。很少有这么齐全的，我们来吃看，我第一次吃。好，先来一盘基本款的沙茶羊肉。它的分量跟价钱，我觉得是有比一般的小吃店稍贵一点点，可是因为肉片比较厚，而且吃起来真的非常 Q 弹，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可以的哦。它的肉的品质非常的好，加了沙茶真的是下了不手软，非常有沙茶味，很爽。其实吃那么多羊肉我从来没有一家敢说它几乎没有羊腥味的。可是我觉得这家是连怕羊的人可能都能来吃，说不定我不要告诉你它是羊肉，你也吃不出来。我跟你讲，我觉得心目中第一名还是淡水的，因为淡水的那个是2倍，很多人都说它贵，其实不会。它这间也很好吃，我觉得一般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它的品质好。这家店汤的品项有非常的多，最后我们看到的综合汤像看到救赎一样，免除选择困难。来的时候呢，觉得超惊喜，里面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像你一个人然后什么都想吃的话，点这碗准没错。这是带皮的羊肉，一般来说再怎么软嫩也不可能可以从一半的地方咬得下来，可是它竟然 OK 的。然后呢，刚试吃下来，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吃乐排跟带皮羊肉，跟我本来的喜好就是一样的。所以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先点这碗综合汤，然后看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样东西，后来你就可以专攻它。喝起来呢是清甜的药膳感，酒的香气也蛮足够的，好喝。凉拌羊肚，看到隔壁桌点就忍不住也要点一盘。它的调味比较像是我们在那个台式餐厅会吃到小菜的调味，有一点蒜味，有一点辣味，有一点点酸味。那它的口感还蛮不错的，就是微脆微脆的。
我们今天点了3道菜，里面我们最喜欢这个，因为这个蛮特别，外面吃不太到。然后呢，它冰冰凉凉的，夏天也非常适合吃。我觉得来这边就是点一些特别的，因为外面真的吃不到这些东西。像刚刚我看到人家吃火锅，也觉得好赞。这样好吃，非常够味。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吃比较清淡的人，会觉得它太咸了。它可以拌面来吃了。是雅式面包，我们的观众很久之前跟我们推说，他每次来到这个附近都一定会来这间面包店买古早味手工麻糬，然后还有吃水饺。但那个水饺呢，今天我们太晚去，它已经没有了。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手工麻糬吧。超好吃的，我本来想象要拍那种会看戏的画面，结果拍不到，因为它口感呢比较像是那个鲜奶麻糬那一种。我跟你讲，因为你反差超大的，因为你刚开始还没吃，想说好像是很平常的样子，就我蛮没劲的。我想说你的眼睛眉毛已经出卖了你，哇，马上眼神亮起来。其实我觉得不太像古早味，比较像鲜奶麻薯。可是因为这样，我反而更爱，因为有时候传统的吃起来就是会太黏了，然后在你吃了很多东西之后，就会变得很腻口。我跟你讲，我刚刚吃下去的反差跟你一样，我内心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惊奇的柔软？它这个皮啊，不是那种很怎么讲？不是很糯那样，很黏这样子，很黏，很柔软的吃下去，你真的会心情吓一跳，而里面内馅又非常的香。对，它的内馅呢，就是有粗细的这种花生颗粒，然后有一点咬劲，保留那种很重的那种手工感觉。更正一下，讲太快咬错，不是咬劲，就是那种颗粒感，让你整个在咬的时候啊，就是会有那种口感，然后像脆脆的，好舒服哦。哇，接下来这3颗，你真的是从外观看不出来，都白白的。吃下去才知道，它这个内馅看起来很厉害哦。刚刚老板在讲，你都没注意听，它这个纸的颜色就已经告诉你口味是什么了，因为纸的颜色跟里面的东西是相近的，像这个黑色就是芝麻嘛，刚刚花生是黄色，那红豆的话就是红色，只有绿色比较特别，它是花豆。给他们这2个东西啊，我觉得吃下去都非常的湿润，所以咬下去的时候会有那种惊艳的感觉。这颗红豆也是超级惊艳的，它的糖度蛮低的，里面细到一个就是你抿下去就不见了的感觉。这个放在高级和果子店卖，我都会相信。他说他们这里面都有做减糖，我觉得吃起来好刚好哦，真的，还是一样很湿润，完全都不会吸石头水分。这个也是减糖版，吃起来不会太过甜腻。那花豆跟红豆的差别呢？我觉得是。花豆我觉得比起红豆还要更像和果子，然后甚至是有一点像我们吃到栗子口味的那样的东西，然后里面可以咬得到一点点颗粒。不是，是整颗的花豆，不是一点点。我觉得这间店是宝藏店超强的，你吃一吃给大家看，它那个真的是有够绵，有够湿润的，超好吃。你整颗吃掉，谁知道它有没有湿润啊？你要这样子，像吃麻糬，自己来吃啊。如果不是观众告诉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么样一间面包店，而且里面还藏了这么厉害的东西。虽然它的柱子上已经告诉你他们的厉害的东西就是古早味手工麻薯了，我跟你讲，很容易错过，来吃吃看，真的。这间是老阿伯胖油羹，我们在大稻埕拍那么多次，其实不是不知道这家店啊，但是每次呢，它不是已经过了营业时间了，或者是说我们已经吃太饱了，就一直错过它。那今天终于有机会吃到它。那它是一间60多年历史的老店，从最早期的小摊车，然后到现在的店面，我们先来试试看味道吧。
这一碗是综合羹，里面有福州鱼丸，还有胖油羹。所谓的胖油羹呢，就是他们会把这个鱿鱼羹做成4指长的一个形状，然后稍微有点胖胖的，所以叫胖油羹。真的是蛮标准的，每一块都是4指长哎。哇，这个鱿鱼羹啊，它是鱼浆，然后中间是包裹的一块完整的鱿鱼。它的鱼浆呢，我觉得比外面的那种羹呢，Q 弹扎实个30%左右哦，非常真材实料了。听说是鲨鱼跟旗鱼它混合去做成鱼浆，好好吃的福州鱼丸哦！我跟你讲，我吃了就是好几次这种福州鱼丸。我觉得这是最好吃的一次，都快要说不出话来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上次有吃嘉兴，然后有人跟我说他更喜欢这一间店，所以我们今天才赶快把这一间补齐。拼命发一下，我也很喜欢这一间。我还没吃，我不知道。可是上一间是我的记忆，我以前很常去吃那间叫什么嘉兴的这样子。你吃吃看。好。我们吃一般的鱼丸啊，最怕咬下去会有那种软软烂烂的感觉。我们叫那种感觉啊，就是肥皂感。那它这个呢，完全就不会有那种感觉，一样是 Q 弹扎实的。再来是里面的内馅非常的香。一般来说呢，香跟油它就是会绑在一起，可是呢，它有香却不油腻，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我觉得它咬下去是有3种口感，就是绵、弹、Q 都有，有点像是吃麻糬的感觉啦。我自己有这种感觉。你一开始喝到这个汤的时候，你会被一个酸的那种醋味给吸引了，然后你就觉得有一种带甜的感觉。可是呢，像我刚刚一吃到一口的那种萝卜的时候，我会发现哇，它里面那个整个碗的味道其实都是那个萝卜的甜味，只是被那个酸味稍微的带过了。这我鱿鱼羹我觉得非常的特别，你在其他的县市或什么地方几乎喝不到一样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就是不会觉得似曾相识，很特殊的一碗。你这样一讲完啊，我就觉得说，你这个汤真的是蛮特别的，好像是萝卜汤直接去给它弹低的那种感觉哦。因为我们真的拍很多羹汤了，所以我们喝羹汤那个超敏感的，就是可以喝出就是完全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特制的辣高丽菜，我们把它加进汤里面试试看。我觉得它有比一般的辣高丽菜再更咸、更酸一点点，那辣度是还好。放在汤里面的话呢，就会让整个层次感变得蛮不一样的。我会建议说，你们如果有点那个鱼丸冬粉的话，可以一定要加一下，它会非常的厉害，吃起来超爽。这个古早味葱油饭也是他们家很热卖的品项。我们刚因为拍照拍太久，它整碗已经凉掉，可是反而这样更好吃，因为整个米啊，它非常的 Q 弹饱满。然后呢，这个葱油它带一点点甜味，即使冷掉之后，它一点点都没有油耗味出现。它刚刚这样就有点凉凉的时候，我吃起来想到了那种醋饭，对，寿司米的感觉。对，所以它这一碗你虽然说是葱油，可是它吃起来还算是清爽好吃的哦。刚刚在犹豫说我要点拌葱油的面还是饭，后来选择了饭。我现在觉得我的选择真的是太对了，因为它的甜味在混合上这个米饭淀粉的甜味。超搭的，比吃卤肉饭还爽。真的，如果有一碗很厉害的卤肉饭跟这个比放在面前的话，我会选择它。点了一杯古早味冬瓜茶，这就是让你自己买冬瓜茶、冬瓜糖回家自己煮的那种感觉。不是，它很像那个便当附的铝箔包的冬瓜茶的味道，比那个好喝，比那个好。是林珍果行，不要看它这样新潮的样子，其实它已经是60年的老店了。而且我们今天呢要来吃的是萝卜糕。走进来这边，你会觉得应该是要吃蛋糕才对。我跟你讲，这间店其实是我以前吉他学生他们家开的。然后我以前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他过年的时候都会消失不见？对，他说我要请假，我要回家帮忙。我想说啊，后来说他们家在买萝卜糕，就是这一间店，忙到就是从12月他就会人间蒸发这样子。这个品项叫做萝卜糕派对，它是有5种口味的萝卜糕，然后再加上3种酱料。我们来试试看。其实这间店你在我们第一次拍大稻埕的时候，就1年了哦，都没有吃到过，因为它只要将近过年的时候，它就不营业对外开放的，直接预定的单。我们先吃一口原味，
超甜的萝卜的清甜香，我没有吃过不沾酱的萝卜糕就这么好吃的。当你剥开萝卜糕，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萝卜丝出来跟你 say hello， 来沾个酱。它酱很多种特别的口味，你现在沾的这应该是蒜蓉之类的吧？看起来是蒜蓉，结果不是，对不对？不是，都是它是以酱油为基底，但是里面呢加上了一些糖啊，还有应该是花生碎的东西，所以吃起来有点坚果香，很像你会在东南亚吃到那种酱的感觉。我刚刚偷看一下资料，它是叫做印尼辣妹，用印尼甜酱油加上花生碎跟香菜做成的。说真的，其实我们只要一剖开，不用去偷看资料，就会知道它是什么，因为它的料很明显就是都在里面的。然后再来是呢，它真的也都不用什么蘸酱的辅助，就非常的好吃。可是因为它的酱也做得非常的用心，所以你每吃一口啊，就有新的感受，超厉害的。这个酱叫做吉米先生，它是用油醋酱加上一些薄荷等等的香料进去做成的，很像在吃那种意大利面或是沙拉的时候才会有的东西，很新奇的搭配。这块萝卜糕好刺激哦，它是 XO 酱，一下去呢，先吃到虾的鲜味，后面那个辣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跑出来。这块不能叫萝卜糕了吧？它很明显是芋头。我们来试试看另外一个酱。这个酱叫做塔塔台客，用脆瓜做成独特的台式塔塔酱。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设计过的，因为这些酱呢，怎么沾不同的口味，其实都蛮好吃的。啊，这火锅条煎的超好吃的，整块恰恰，然后里面也非常的香。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我跟你讲，这间店真的很有趣，因为它很多东西啊，都是你可以先吃原味，然后再沾酱，所以就有很多种变化，层出不穷。这是另外一份餐点，叫做年糕三重奏，总共就是会有3种口味的年糕。这是黑糖桂圆，这叫富贵花香，这是相思红豆。我们来吃吃看。这块黑糖桂圆年糕放到嘴巴里面越嚼越香，而且可以吃得到桂圆的果肉。那它上面撒上一点黄豆粉之后，变得有点日式风情的感觉。这块富贵花香，顾名思义就是掺了桂花在里面，好香哦！这个桂花香，没错，满口都是桂花的鲜香。那它因为没有在里面加上比较大块的那种有咬劲的东西，所以它整体的口感比较偏软一点。我们看到这块红豆年糕，就可以掌握一下他们家的特色。你看，又可以看到颗粒了，真的是非常真材实料。那它上面又撒上一些抹茶粉，加上红豆年糕，它本身的甜度不太甜，所以非常的和谐，我觉得很好吃哎。据说林珍果行是国仔街仅存的一间果店。那这个仅存哦，是以宽松的定义来说啦，因为如果像他们做年糕、萝卜糕什么的话，的确是只剩他们一间，但是其他呢还有一些小型的，比如说做麻薯啊什么之类的米食。那国仔街什么的，对，国仔街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从前因为这个地方叫做大稻埕嘛，盛产稻米，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有很多的碾米厂啊等等的，然后顺势就会有一些米制品的加工厂等等的。那当时最盛的时期在国仔街呢，曾经有120多家这个食品加工厂在这边生存刚刚讲了那么多，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国仔街在哪边？那其实它就是在盐山夜市商圈你就沿着旁边走注意一下那个巷口，如果你有看到它的牌子写国仔街，那一条就是了。这间店呢，就是每样东西你都很熟悉，都吃过，可是他们都勾着米食，对他们做出来呢，就是会让你有一种惊奇新鲜的感觉。特别适合说你有一个外国朋友带他来吃，他一定会觉得很有趣。你看旁边这一杯，这是什么抹茶，对不对？米奶。对，它其实就勾着米，它里面是米制的，就是米把它煮熟了之后嘛，然后就把它打成米，其实有一点点像米浆的概念，然后也有点像小宝宝在吃的副食品的概念。你看我刚刚说的地标在这里，过去那里就是盐山夜市了。
间店叫做旗鱼新竹米粉，它一样有60年的历史，跟刚刚林珍国行他们是同期的。那刚刚林珍国行他们在的那条街叫做国仔街嘛，那这个旗鱼米粉呢，就是它叫做青州小菜一条街，只是刚刚人家国仔街一条是纵向，一条真的是横向的，他们其实都在同一个路口上面。特别声明一下，不是2家店在同一个路口上，是2条街相交在一个路口。是的，刚你知道什么叫刚雷好大、哦。欢声雷动吗？虽然说这个成语应该不是刚刚全部人都在哗，就是那个雷太大声了，然后大家都在就是非常的躁动。这是继和尚粥切仔面之后，我们吃到另外一个觉得非常非常赞的粉干。真的假的？我觉得和尚粥我至今还没有吃过可以比拟的。你就继续讲，我就吃完它了。这么厉害，可是看起来真的超级厉害的。我们一滴酱都没沾，已经吃完半盘了。我觉得沾酱真的是侮辱它了，太好吃了。我跟你讲，就是目前我们心中就是2家粉干最好吃，和尚粥跟这一间。我觉得这名字取得不对，它一点都不粉，很平滑。好好吃哦，大家一定要吃这粉干，太好吃了，很甜。就是要极度新鲜才能够这样子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只有甜味。哇，这红烧肉也非常的出色诶，炸皮脆脆的，还不要沾酱，你可以先尝到它的肉甜跟红烧甜，然后里面呢非常的富含胶质，整个口感很棒很棒。我跟你讲，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这种，它是红红的状态，然后是生肉的状态，然后裹粉下去炸切。它完全就一条龙，就是非常新鲜。这一间店的东西都超级新鲜的。其实还代表一件意义，就是它的食材跑得很快，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到不好的。我们目前吃到的2样食材都非常新鲜。那发现沾酱了之后呢，因为酱的味道其实蛮重的，就会把那种原来的甜味给盖掉。所以我会先建议，如果你第一次来的话，所有东西都是先试原味。它这个是猪舌，维持一贯的新鲜，而且它切得非常厚，所以吃起来富有弹性，然后又柔软。我觉得这个是稍微要加酱，因为它的味道是比较怎么讲，比较没有味道的东西，所以你加一点酱下去，可以增添那个风味。鸡卷的部分比较不是我习惯的味道，它是比较属于南部那种里面有灌鱼浆的。可是你看哦，它里面的料都超级大块的，然后味道呢，我觉得算是比较稍微重口味一点点。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它很强，但是因为他们家是吃比较水润一点的，对，加很多荸荠呀，然后或者是有洋葱那种感觉，比较像味油糟那样子的。没错，可是我觉得非常的出色。它的米粉啊，其实是细细的，可是非常有弹性，所以你咬下去的时候会啪啦啪啦的断掉。它的汤非常的清澈，可是呢，它的咸味是非常的适中的，所以你可以清新的这种汤之中可以喝到它旁边的葱啊，还有那个芹菜的味道。可是如果你怕这2种味道，你就会觉得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碗米粉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一般人家是用肉燥去做提味，但它是用旗鱼，这样子呢可以更显得出这碗汤的清甜。这是我们今天第2次吃鱼丸了。对，它其实做的也是像福州鱼丸的样子，里面的肉馅啊油油的，然后有一种非常棒的甜香感。那你觉得今天早上那一颗比较好吃，还是这一颗？都好吃，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哦，不敢得罪人哦。都好吃，真的。觉得这一间店超强的，我觉得它是整个盐山夜市里面最有烟火气息的一间店。你看到这种样子啊，其实就像是30-40年前这边最繁华的样子。那每一间店都是长这样，一大堆人排队，然后一大堆人在那边吃饭。我觉得像是你在那种复古的电视剧里面会看到的场景。然后我很推这一间店的小菜，非常非常的强，尤其是粉干，一定要来试，是必吃的店。水某小卷米粉，我们常常想吃，常常吃不到。虽然不是第一次拍了，可是如果你来北投玩的话，这间很可能是你的遗珠，因为呢，很常在表定时间之内，它就早早卖完了，而且它的营业时间超级短的，能吃到是幸运。我跟你讲，它好像11点半开，然后它表定是1点半之类的，常常12点半过后就要很碰运气。我没有碰过12点就没了。
很多人来拍过这间，不过大家都是推它汤的小卷米粉，那我们自己呢是比较推它的炒米粉。你看这个酱色，不是说不推那个，是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很好吃。对，因为大家都会去吃别的地方的小卷米粉，就是新鲜嘛。可是我觉得别的地方没有做这个小卷炒米粉做的那么好吃的。它厉害的点主要在于是它这个细米粉非常的会吸味道，所以整个小卷的鲜味呢，全部都吸进米粉里面去了。光吃这个米粉呢，就能感觉到鲜味，超厉害的。我们第一次吃到，真的是有吓到的感觉。我们另外还点了一份炒小卷，除了说呢，更多的小卷让人满足感提升之外啊，重点是要利用它的酱汁，能够再倒回来这个米粉上面，让它的湿润度更提升，更好吃。我们刚有收到小卷下锅前的画面，它整个就是那种闪亮亮的，一看就知道很新鲜的样子，甚至还有点粘牙感，软中带脆。因为也不是第一次吃了，之前吃炒米粉的时候，底下都还可以看到稍微带点酱汁。今天真的是炒的比较干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加一些酱汁上来。你看有没有？这样子就超好吃的样子。我们蛮难得可以在台北市吃到这么新鲜的小卷，而且这2盘加起来都是300块钱。它的米粉还蛮大份，其实我们2个人吃起来是觉得还蛮满足的。基本上你要吃到这么新鲜的小卷，我觉得应该要跑到瑞芳、基隆那边才能吃。它不管你觉得价格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值了。哇，超喜欢吃这个饺的部分。你12点左右来啊，你很容易看到后面的人点到那种隐藏菜单。闭门羹。我要给你拿。我们很快就喝完了。这间呢是波霸红烧鸡腿，今天来不是吃鸡腿便当的，是来喝红茶的。因为上次来这里吃饭的时候，顺便喝了红茶之后，发现它的红茶一点都不是顺便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它原本就是在卖红茶，然后后来鸡腿卖得太好了，就是那种泡沫红茶店不是都会卖鸡腿吗？反客为主，这是什么啦？没有这样子啦。我真的只是来喝一杯茶，哪有人这样强迫喂食、强迫上班的？我跟你讲，就是这不可取，大家不能效法，不准效法，跟你们讲。哦，这个卤味很厉害哦，它是用他们卤鸡腿的老卤呢去卤出来的。然后这个卤味呢，它带点甜味，它的糖呢使用的是冰糖，那他们家用糖非常厉害。像我今天来这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这个红茶，他们的泡沫红茶里面使用的是焦糖。我自从第一次喝到他们家的泡沫红茶之后啊，就上瘾了，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糖啊，真的是味道很有记忆点，跟其他人的红茶都不一样。然后，所以我每次呢，只要到关渡这个附近来的话，我就会来买一杯泡沫红茶。这个焦糖呢，就是香甜而不腻，嘴巴不会黏黏的，所以他们家的茶我会比我平常喝茶的甜度再多一点点。那当然，我的冰块也有加比较多，所以就是按照这样子你自己去参考你的甜度啊、冰块要怎么调整。他们的茶基本上都是当天煮，然后如果没有卖完，就是直接倒掉。对，你不会喝到隔夜的。一般我们吃那种卤味啊，都是它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去加酱油膏啊，再去加一些葱啊、蒜啊之类的东西。那像它这个就是直接用卤鸡腿的老卤去卤的，那它卤鸡腿其实有点甜甜，里面就是放冰糖的，所以非常的特别，而且他们加的东西吃起来都特别健康。我刚刚吃这个海带好惊艳哦，吃起来超像昆布的。我跟你讲，这珍珠奶茶，25岁以下的人，我觉得应该可能没喝过。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喝那种小歇的那种，他们是用那种奶粉啊去泡的那种珍珠奶茶。那现在的珍珠奶茶就是直接摇起来就是了，完全不一样。大家赶快回味一下，哇！刚刚整个喝下去，回忆涌现了。它的珍珠啊也是超 Q 的，好好吃哦。那现在有很多那种仿古早味的，就是茶用的特别不好，所以喝起来就没有小时候的那种感动。哇，这个就是以前的泡沫红茶机，他们在摇的那个哒哒哒哒哒，大家应该有印象吧？这一间是木记牛肉面，它最有名的呢其实是它的金酱，但是呢，我们先从炸酱面开始吃，因为这个面呢是不等人的。
它的炸酱很香很浓，可是却不会过咸过重。我们吃炸酱面呢，最怕的就是整个酱扒的太多太腻了。那里面呢有放了满满的葱，所以它的整个葱的味道啊是非常强烈的，这是蛮奇特的一点哦。葱跟萝卜、红萝卜呢，其实都非常的新鲜，所以在里面可以吃到水分，还有它的这种鲜味。其实算蛮深的，可是吃起来就意外的搭。这些蔬菜在印象中其实都是那种很深很腥的味道，可是呢，它放在这个面里面嘛，没想到意外的很能够提它里面的这种气味，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先生不能吃牛肉，所以我一个人呢没有办法吃完那么多东西，所以我就点了一碗牛肉汤来代替。那它整个汤头呢，虽然是红烧的，看起来很油，可是其实喝起来是很清爽，充满了红萝卜的甜味。牛肉的部分其实处理的还蛮不错，如果说1到10分的柔软的话，它应该是有8分的。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是喜欢那种10分柔软，一咬就要分离的那一种。但是呢，8分的话，它就是保留一点点肉感。那我觉得喜欢有一点口感的人是可以尝试的，也还不错。卖相啊，其实没有一般的我们在那种百货公司美食街点到的那种漂亮。然后呢，整个酱色看起来非常的浓重，可是一入口，我觉得算是我吃到的京酱肉丝里面算偏清爽的了，蛮惊艳的。其实我们上次来拍湖心街的时候啊，我就很想要吃这间，可是那一天它没开。然后最有名的就是它这一个京酱肉丝。这道京酱肉丝是他们家的招牌菜。那之所以能成为招牌菜呢，我觉得有50%都该归功于这个筋饼。这筋饼非常有筋性，然后越嚼越香。真的。我们今天点这些菜啊，每一个品项都会觉得价格稍稍的有点贵，可是呢，我觉得是源自于它视觉上看起来没有那么精致，其实认真吃起来，它的口味算是很精致，非常精致，而且很好吃，我好喜欢那个京酱。这间是优鲜面线，看到它的店名呢，就知道它应该跟海鲜是有一点关系，所以里面的料啊，真的海鲜还蛮多。那听说内行人呢，都叫它3条鱼。那我们今天点的是麦根蒙面线，那麦根蒙呢，其实就是选择困难症的救星。我觉得这不叫麦根蒙嘛，这叫笼中来吧，什么都有一点。里面料超丰富的，有大家熟悉的这个卤大肠、鹅啊，然后还有肉羹、皮蛋，然后鱿鱼。它有时候里面会换一些东西，就随着老板的心情，所以如果你吃到跟我们不一样，不要怪我们。像刚刚啊，他还给我们稍微加了一点隐藏版，他说这个是海蜇皮，然后要混在面线里面吃。我们再来试试看。不一定有，我先跟大家讲。很有趣耶，因为放了这么多东西啊，它让一个口感很单一的面线变得口感很丰富，然后没有一个东西它在里面呢会是多余的。像刚刚老板给我们放了隐藏版的海蜇皮啊，它那个口感啊是跟面线一样是滑溜的，可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呢，又有一个脆度出来了。我觉得它面线本身不是那种太咸的那一种，那搭配它这些料啊，吃起来就刚刚好，很和谐。而且我很喜欢它里面的九层塔，因为吃到的时候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这一间店的它的汤底是柴鱼汤底，但很多人吃面线啊是重口味，喜欢吃重咸的，那有些人喜欢淡口。那我觉得这一间它是适中型的，所以我觉得它每个料跟它去做搭配的时候都还蛮平衡，我觉得是一个平衡感很好的一碗面线，我觉得很好吃哦。那如果重口味的人的话，你可能要请老板帮你调重一点都可以，我觉得应该来是不会失望。我们刚刚那一碗里面有辣泡菜，那辣泡菜通常是在冬粉里面会看到鱼丸冬粉，可是它的辣泡菜我觉得比很多鱼丸冬粉做的都好吃。那如果你是重口味的话，那个辣泡菜啊，你就把它拌进去吃，超赞。但它也不是那种咸，是香。这个是蒜泥很香肠，我们来吃吃看哦，看起来就非常的震撼。我跟你讲，它很厉害，
我第一次吃到用那叫什么炙烧香烧的这个香肠，太好甜然后哦很多那个蒜泥在里面，加到爆了。哇，这香肠肉好甜哦！然后它的这个蒜的部分呢，它是用捣的，所以呢，它的颗粒大小是不一的。那你可以吃到蒜泥，又可以吃到蒜碎的部分。很厉害哎！我觉得这老板他是创作组的。没错没错，而且就算它的蒜啊放了这么多，它还是不会把那种香肠的甜味盖过去，反而是更提升它的甜味。我觉得这个香肠我会必点。我最喜欢碰到这种老板，所以我都会想尽办法跟这个老板弄熟，因为这样以后呢，你来他就会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给你吃。因为刚刚我们的那个大肠有炙烧过，好香哦。接下来这家是真好吃，佛跳墙就隔壁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坐在这边吃。好，来试一下它的佛跳墙。我跟你讲，我们很少吃到佛跳墙那个芋头是你肉眼看到知道它烂，可是它完全就没有散掉，没有糊在汤里面，让汤变得浊浊的。这个汤呢还是这么的清澈我跟你讲有，可是那在冰里面才会出现。好轻松就可以把芋头切断，真的有够柔软的。好像在吃什么棉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个没有牙齿的人都可以吃。它这个棉道啊，都很像那种快要融化掉的冰淇淋，你看，可以挖成一球一球的这样子，对，超厉害的。它的层次味道非常丰富，我每吃一口就觉得它的味道在变化。像我刚刚吃到有点像梅干菜的东西，就觉得它真的有那种干干的味道。然后再来后来又喝到那种蒜味很浓，就马上就看到这个黑蒜，所以它就是什么食材在它的附近呢，它的汤马上就会有一点点变化，超厉害的。你继续向下挖掘的话，它的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大概有80%-90%以上的都是料。其实佛跳墙讲真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它这一碗多少钱？95块，超划算。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就要喜宴才有办法吃到这种东西，而且你就在外面点也要花大钱。那种小盅的，我觉得120到150，我就觉得蛮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它整体来上，我觉得蛮精致的样子，然后才95块，好好吃哦，就是什么东西都化掉，哇！大家看眉毛就知道说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它的香菇跟杏鲍菇啊，很吸汤汁，整个把汤汁都吸进去了，所以你咬下去啊，那个汤汁都在嘴巴爆开。我觉得吃佛跳墙的时候啊，很期待的还有一个是栗子，这个东西也是精华。帮大家举个例子，哇，你没有举就直接先咬。哇，很松很软，香。这栗子好吃的程度呢，就像你去便利商店买那种很贵的真空包装一样好吃。这一间是北港甜汤，70年老店，我们想要拍了好几次啊，就是一直没有拍到。那今天终于呢，如愿以偿啊！他们家最招牌的就是米糕粥还有烧麻薯。好，我们先来吃吃看这个烧麻薯，很惊艳呢，它的麻皮啊非常的软 Q， 很好咬断。那所有台北的名店，包括米其林的那个小吃摊啊，其实我们是觉得最喜欢这一间的。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吃完1整份哦，不会很塞胃。但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这附近呢，已经饱餐一顿过后，还是很推荐来一份的。发现你们吃过这么多烧麻薯，这边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它是现捏，然后现丢下去，很多是捏好了之后，然后煮成一些，然后之后等到客人来的时候再下去再煮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差别应该在这口感差很多。对。它花生粉颗粒还蛮一致的，但里面有一些糖粉，看它调味调的不会太甜，所以如果会害怕的人呢，也不用担心。这米糕粥呢，炖的里面米粒都烂烂了，然后整碗充满了那种桂圆的清甜香味。它不会很甜，我会想说
很甜，我一口会怕。哎，没有哎。其实我觉得这碗的重点根本就不是在形容它的味道，因为一喝下去。就是不知道有一种哪来的乡愁，因为按照我们这种年纪，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就是会有一种回忆涌上心头。你明明就有吃过它，可是明明在你生活的范围里面，你都找不到任何一家像这样的卖米糕粥的店。我跟你讲，我们很多地方啊，就要吃那个地方，你家附近不会有的东西。像这个东西，我们都在台北人，除了这附近的人以外，大部分家里附近不会卖这种东西啊。我刚刚吃了一个桂圆肉。里面还吃得到那种微微的水分。现在刚好是已经进入冬天了，天气开始凉了，所以能够喝上这样的一碗啊，真的是非常的暖心暖胃。然后之后如果冬季到啦，能够喝上这样子一碗，再加上汤圆，哇，那就更棒了。这一间是百年老店材寮鲨鱼烟，听说还有搬过一次地址，现在是在大龙市场的旁边。那我们除了鲨鱼烟之外，听说它店里面啊最有名的是这个排骨汤啊，因为天气很冷，我们先来喝一下。这一间是我最大的遗珠，因为一直想来吃都没吃到。它真的非常有名，应该是全台北最老的鲨鱼烟店。这个汤，我跟你讲，我刚喝下去的时候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我们很少在小吃店会喝到这样的感觉。后来我想到了洋葱汤，这不是通常在西餐厅才喝到的东西吗？它超级浓郁的，大家都很推它的这个排骨酥汤。这一碗我的，我没有要分你的。为什么它的排骨酥汤都跟别人不一样？看样子也是非常陌生，很像把控肉放到排骨酥汤里面来，但是非常好吃，一夹就骨肉分离了。它看起来就很像那种腐肉饭、嫩骨饭那种。对，而且那种软骨的部分啊，什么都炖得很烂很烂。跟一般的那种排骨酥汤不太一样。我刚刚是推断，就是还没吃就先讲了这话，结果我吃到软骨的时候，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软烂，都快要变成胶质了。它已经是胶质了，我吃到的是这种感觉，很厉害。你看，都是胶质耶，好强哦。萝卜也是卤到都透进去了。头一次看到卤萝卜啊，是因为什么排骨酥它把它卤进去。这一家直接要升成我吃过了台北地区排骨酥汤第一名。如果要我形容它一句话，它是一种深沉的慰藉。这一份是综合鲨鱼烟，那我手上啊这个是鱼腹肉，刚沾了一下酱，哇，这个酱很好吃，它是海山酱，然后融合了酱油还有蒜蓉在一起，然后它的芥末质地也跟别人不一样，很好吃耶。然后这鱼腹肉是很柔软的那一种，对，它没有那种冰筋感，就是退冰退不好的感觉，而且那个烟熏味很舒服。再吃。我刚第一口下去的时候是被它的酱震撼到，所以都在感受酱的味道。结果第二口下去才发现，哇，它鱼腹肉超级柔软哎，这是鱼的果冻，超好吃的，好 Q 弹哦。鱼冻还是鱼皮还是什么？就是鱼皮，但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果冻，然后它没有任何的鱼腥味，淡淡的烟熏味。这是鱼肚，这个也是很有弹性。它的东西呢，就是口感都做得非常刚好，像刚刚的鱼腹肉也是，它底下就还会带一层胶质感，所以你不会吃到一块啊，它全部都是一样的口感，好像吃多了会腻啊，它都不会。它的鲨鱼烟非常好吃，那个软硬度非常刚好，因为有些太硬的可能是冰太久，有一些会有冰筋感，它没有。它是一种就是气质很好的鲨鱼烟，就是你不会说吃的很多之后就会很腻。我们常常其实我虽然喜欢吃鲨鱼烟，可是还是会常常吃到那样的东西。这一间超级强，我会把它放入我年度
10大店，不就是几十大店贺岁片。可以赞成。这一盘是相机福利啊，对，没错，进阶版的里面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吃过，它是慢波鱼皮。我们现在试试看这个。对，也有人说是翻车鱼这样。先来一口原味。它像果冻，但是又很有咬劲，有点像芦荟的感觉，可是却是烟熏味。吃起来很凉爽这夏天吃一定超爽。它连温度都掌握得非常刚好，它的烟熏味真的是非常刚好。这是鲨鱼的眼睛，我来吃吃看。我其实有点害怕。我们之前有吃过。老板马上拿了东西来让我们图解一下。他说鲨鱼眼睛本来是长这样子，眼窝嘛。对，然后这个东西是从眼窝里面取下来的。它吃起来蛮平易近人的，没有像看起来的那么有恐惧感。那它的口感非常丰富，你可以从那种软软的吃到有点胶质、有点弹性，然后再吃到肉感。我觉得蛮像干莲的那种。为什么是干莲？就是有筋啊，有肉啊，然后有软软的，有 QQ 那种连结感。对。这个是鲨鱼心，我们一般都是吃过猪心啊。那鱼的心脏，毕竟我们大部分吃鱼都很小只，第一次吃到心脏可以切得这么大片的。我觉得比猪心好吃它入口的时候其实什么味道都没有，非常的干净。那尾韵还是会有一些鱼的腥味跑出来，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鲔鱼罐头的那种味道。这不知道点不点得到，这是真的是 special 了。对。可是我觉得这间店真的很值得来试一下，算是台北必吃的一间店。老板说吃完再看原样比较不恐怖，这个就是鲨鱼心脏的原样啦。我跟你讲，我们吓不倒我们的，因为我们很喜欢吃鲨鱼，各地的鲨鱼宴大概都吃过，是剩这一间还没吃。哇，好开心哦！今天第一家就吃到这么强的店。还好他没有把排骨酥跟那个鲨鱼烟分开卖，不然开成2间店的话，每一个都杀爆了，杀倒一堆人。我呢，则是希望他能够再继续开100年。我觉得一定可以的。这间是咖方工作室，然后它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大福。我们买了2个口味，是砂糖橘跟柿子，这2个在台湾是比较少见的口味啊。因为我们才刚从济州岛回来，就特别想念那边的橘子跟柿子。这个是台北的水果大福名店就是水果大福大概这边最齐全的。这间店开了27年，老板娘非常的自豪说，他们应该是台湾最早做水果大福的人，专门做水果大福。我们来吃吃看。我刚刚请老板娘帮我们切过了，哇，切开来好漂亮。对，一直没对到焦小块麦，先看眉毛就知道了，好吃，跟济州岛的不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也来吃看。它绿豆沙让人好惊艳哦，好绵好细，而且甜度掌控的刚刚好。那砂糖橘呢，它的水分其实没有到非常的高，可是我猜如果水分太高，应该就做不了，可能整个会没有办法成型。我们那时候在济州岛把那个放了1天。橘子年糕啦，它放了1天之后呢，整个就会变得有点散掉这样。然后那个水果也变成水水的这样子，反而不好吃。出水。这个是老板娘刚刚帮我们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她说冰过的话呢，皮会更 Q 更好吃。我觉得对她最印象深刻是里面那个绿豆沙，对，好好吃哦。它绿豆糕一定也超好吃的。这个是柿子口味的，超特别的，第一次吃到这种柿子口味的。它是软柿子还是硬柿子？有点脆的。其实吃到嘴巴里面是脆柿子，但是已经是软化之后的脆柿子。那你在找柿子的时候呢，不能找太脆，也不能找太软，因为太软它水分太多，它就会一直出水。好喜欢哦，它是那种很清新的感觉，没有那种甜点的甜腻感。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连续吃掉6个没有问题哦。我跟你讲，我们刚刚进来这门口就看到几个外国人在那边吃，这个真的是应该是外国人都知道的一个名店。我觉得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真的是输给外国人了。外国人都比你在地这样，很好吃，很喜欢。
们终于来到老城面店，很多观众跟我们推过这一间，终于有机会来。这间店已经75年了哦，你别看这样子，这条街真的是超多老店的啦。你刚刚在拉的时候有够香的。这碗面很特别，就是他们招牌干面，里面有炸酱跟麻酱。那我刚好发现他们小巧思，就是炸酱铺在上面，然后下面是面，最底下再铺一层麻酱。通常不是就是全部加上去就好，反正我最后要拌。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就很有一个仪式感。不是，它这样拌才会好拌。哦，对，如果你那个麻酱跟那个炸酱混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拌起来会对，因为它两个是很勾的东西。炸酱是一个口味比较重的东西，然后加上麻酱来柔和它，就会变成一个重口味，可是却温柔一些的东西。这面条我也是蛮喜欢的，稍微带一点 Q 感，可是重点就是你拌完之后要赶快吃啊！你如果太慢吃，那就不是店家的问题了。我跟你讲，这附近的这种老面摊都非常的厉害。这一碗是蛋花馄饨汤，蛮特别，一般都是紫菜蛋花，对不对？它这个蛋处理的很嫩哦，因为我很怕人家把汤里面的蛋弄得太熟这样子。这个蛋啊，蛮像我们一般在喝那种蛋包汤的时候，但是蛋黄是先搅散了，可是你还是可以吃到蛋整块的口感，而不是像那种玉米浓汤里面蛋花这样子，哇，散到一个就是稀里呼噜就喝下去了。试一下馄饨，这一碗汤里面馄饨还蛮多个的哦。我们去济州岛啊，这个应该叫水饺。如果大家不知道济州岛的水饺长怎么样的话呢，就是期待我们济州岛那集影片吧。不对，来这边吃就可以了。好啦，我们讲回来它的口感，就是它小小的，然后咸香的，吃起来真的很不错。我跟你讲，我吃过这么多小馄饨，它算是内馅超级薄的，它里面的内馅大概有那种淡水鱼丸里面的料这么多，更多。这一碗汤喝起来有平淡却幸福的味道，我觉得超不简单的。我们点了一份粉干，然后还有它卤鸭蛋。这个卤鸭蛋呢是很多评论大家都会点的东西。其实啊，我跟你讲，我到一间店，只要点它的干点，你就知道它的小菜。今天一直讲错。对，好，这个粉干其实我们也讲过非常多次了，它是我们拿来凭借一间店小菜的标准。哇，这个看起来粉嫩的，一定非常棒。我觉得小菜里面这个是最难的。哦，我跟你讲，因为这附近有一间，它的粉干好好吃哦。对，这个看起来有那个程度。有。我觉得厉害的粉干啊，第一个从外表看就要这样子透亮的感觉，然后吃下去会有一种柔软中带脆的感觉，而且那个干里面会自己带一种甜香。我觉得这一家的粉干已经全部都符合我要的那些条件了，应该有90分以上。我补充一点，我觉得它的酱汁用得很巧妙，微微带点酸，让整个吃起来很清爽。这个卤鸭蛋也很好吃，它卤到有那种铁蛋的香味，对不对？真的。这一条街非常的强，然后能够在这一条街生存75年，真的是不是盖的。我跟你讲，它这个小馄饨比济州岛的水饺好吃多了，真的。你这样讲，人家会以为济州岛的水饺多难吃，其实根本不会，那蛮好吃的。是这个馄饨真的很厉害，我心目中觉得很强。我们还在大龙洞附近，所以让我回来找点心吃。这件是你的儿时回忆，对不对？不算是儿时，是高中回忆。它是古早味包馅鸡蛋糕啊，它超特别的。这里面呢有馅料，然后我们这样买6个，可以选3种口味。那我今天选的是巧克力起司跟花生，我们来试试看。它掰下来还脆脆的哦。我其实没有吃过几次，因为我通常放学都会吃正餐居多啦。不然是咸酥鸡啊，这算正餐吗？这花生酱好浓郁，而且里面吃得到粗颗粒耶。我刚刚站在旁边闻的时候，就哇，那种古早味涌上心头，那鸡蛋香真的非常的香。它边边还脆脆的，然后稍微有点像煎饼的感觉，很轻的那种煎饼，一咬就碎那种感觉，超棒。
我们来这里那么多次，对面就是你同学开的店，我们竟然现在才吃到这个。因为我们以前都要赶在差不多5点就要赶快回家了。它这间店就是你放学后它才会开，就是5点才会开，而且它开还会热一下锅子啊，干嘛的？就是你是准时回家好学生就吃不到的。不会啊，没那么早放学。现在学生哪有这么早放学的？浓浓巧克力酱，哇塞，来试试看，这也是他们热门口味。对，你在那个评论上面大概就是说巧克力一定要吃，我刚刚我同学说一定要吃巧克力的，这么惊讶？有一点点苦味耶。苦味哦，那像是高级的巧克力味道。它真的是外表朴实，内心高级的铜板美食。它这样6个60块，我觉得算很可以吧？很可以，而且它的口味真的是高级的，不是说就古早味，然后感觉就是随随便便那种，没有哦。这颗是起司口味的，也是招牌哦。好香哦！我觉得那起司一定要放在最上面，让人家第一个就能够拿到吃到，因为它在热的时候呢，一定是最好吃的，冷掉1分就会差一点点。它这起司像咸甜的这样吃，好舒服哦。我觉得这一间店有超级推的那种感觉，超推。然后它的负评是来自于那种等太久却没买到的，我给它90分。如果我很咸的话，100分。对于这间店，我只给大家一个建议：多买几份。